独树一帜，独一无二，鹤立鸡群。对不对？对，我们主打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你无法忽略我，无法忽视我这号人，这个就对了。对的。是谁说？是谁说啊？我只管输出智慧，穿搭你们要看别人。别人的穿搭跟我那能相提并论吗？真的是啊！别人的穿搭可复制性太强，对不对？可抄袭度太高，不像我，我穿的东西只有我会穿。啊，好了，来连我了。喂 Hello，可以听你好。曲曲你好，早上好。你说。好，我说一下我基本盘。我今年是29岁，然后留学研究生在超一线城市，颜值是7分，之前在大厂上班，目前的情况是待业，待业期间有做过3个月的娱乐主播，然后目前有一个男嘉宾，目前是正常的婚恋状态，然后男嘉宾是98年做电商的，然后大概有200多个存款吧，然后相处了5个多月，然后花了12个 W， 然后他说今天晚上要给我买个60 W 的一个车，但是去其他的城市买，就是只是写在我的名下，而且是他是在使用，所以我就说，那如果愿意买这车的话，请签一个就是车的一个自愿赠与的这个协议，然后但是他说要加一个以结婚为前提，然后我的问题是第一点就是我要怎么去跟他协商这个车，就是如何可以永远的属于我，并且可以做到利益最大化，我的话说和我的态度要怎么表达。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目前对自己的一个职业的方向也是有一些迷茫吧，就是可以想问一下曲曲。这对，男的年收入多少啊？年收入目前做的不太好的话，可能只有60个吧，年收入60个，他买的那个50。车60万，一年的年对收入。对，你这也不是，这也不是个好这的人，你这是好啥呢？没有，就是一个正常的婚恋的一个状态。对呀，正常婚恋状态，你让他给你送什么车呢？那不扯淡吗？正常婚恋状态，他能给你送，不以结婚为前提，能给你送这60W 的车吗？他显然他是送不了嘛，他实力不允许啊。所以就是实力不允许。对啊，他的实力只能允许这个60W 作为未来的夫妻的共同财产，这个是他的允许。但他的实力不允许，只是女朋友他给你送一个60W 的礼物，他的实力是不支撑的呀。那他肯定后面就是无限的扯皮嘛，对不对？对，就包括我们俩还要就坐飞机去其他的城市去买这个车，还有我跟他一起去，我就觉得那还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这个就是问题。这个就是说，你直接跟他讲，你说如果这个车你不是完全送给我，并且给我用的，你说那么你就不用写我的名字了，你说你自己过去，你写你自己名字就行了呀。写我的名字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不对？对，我也是觉得写我名字没有任何意义，他又不愿意签这个协议，他只要想要的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对呀，所以说他做这个动作是干什么呢？不知道这男的是在哪里上了什么课了，这是。我觉得，没有意义。你还不如对，你说你要想给我送礼物，你说你就按照你的能力范围内给我送礼物。你说你哪怕你说你给我买首饰也好，给我买包包也好，给我买衣服也好，你说这个是你送给我的，对吧？代表你的心意，不需要这么贵重。你说这么贵重的东西，你说你要么你就送给我，送给我就送给我，名字也是我的，使用权也是我的。你说你不送给我，你就自己买，对不对？我们又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影响感情，不需要。好。那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还是去找一份工作会比较好？你为啥不工作呢？对，
也是。你的男朋友支撑你不工作吗？对，然后他说你不用工作，但是我肯定还是想工作的。你是个大傻子吧你？你不用工作，一年给你多少钱？你不用工作，也是啊，也没有多少，也没有多妈少。呀！就是其实他自己也就我自己，一年挣几十个，他能负担啥呀？他能负担的东西很有限，好吗？所以我现在还是得要好好去找工作。当然了，你多大呀？我都29了你前面都没工作过啊？啊，前面有工作，只是目前在待业。我之前在大厂工作，你能在大厂工作？你在大厂工作的时候，一年收入多少？30对呀，也那你自己不多。一年也有30的收入，他一年是支撑不了你30的开销的，小姐。好，一个一年挣60的人是支撑不了你一年30的开销的哦。明白了。嗯，那他给我买了飞机票，我就说我不去了，他自己去是不是？可以啊，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除非你只是为了陪他去旅个游玩一下，无所谓。然后之后我们还去什么，哈尔滨旅游什么的，你觉得我还有必要去吗？不是，你继续跟这个男生谈恋爱是没有问题，恋嗯爱可以正常谈，但嗯，是这个男生第一他不支撑婚前的大的纯粹赠送的这种礼物，他支撑不了这个行明白了。为。第二对就是他不支撑你不工作，因为他的经济实力摆在这儿，不支撑，好吗？对，好好，我明白了。该恋爱恋爱嘛，恋哦，爱都可以谈的，有什么关系呢？那如果说是想往婚恋的关系推动的一样话，那的呀，这个收入推婚恋也没问题，懂我意思吗？只不嗯过他不支持你做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嗯对不对？嗯，明白了明白了。29了，姑娘，脑子放清醒点，好吧？那我以后就是主要还是以我自己的工作为主。好，我明白了。当然了，男生该付出付出，但是你自己该工作工作，好吧？你别傻不愣登嗯，的，他什么用你的名字，回头用你的名字买车付个首付，你算是见了鬼，贷款还算你的，那不脑子坏了？是全款。别管是什么，知道对，吗？就是他给你我买了，回头现在就是再跟你说没有必。啊，哦，OK 我们有 OK，你说。地方要花钱，我再去把这个嗯，车贷出来呢，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对不对？懂我意思吗？对，不要搞这么复杂的事情，给自己落不着好，好吧？好好明白了。嗯，还有问题吗？目前没有了。好，就这样，拜拜。嗯，好，拜拜。一个人的声音就可以听得出，他过去的人生都活得非常的简单、纯粹、单纯，对吧？29岁的女孩子，她的声音依然泛出一种痴不痴、呆不呆的光芒，是不是？就说明她过去的人生肯定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说实话，对吧？你像我们的这不行，就我们声音一说话，你还不用见人，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就一听，哎，这女的一听就是个蛮精的，是不是？她这个声音一听就是很有钝感，对吧？是很有钝感，嗯，对的。刚刚是今天的第一个连麦啊，欢迎各位小伙伴在周二早上10点准时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能够来到这个直播间的宝宝，我真的是非常感恩你们，非常感恩你们。哎，我们有打那个水印吗？水印打上去了吗？现在你们在我的直播间可以看到内部直播请勿外传这样的标志吗？内部会议请勿外传这样的标志，你们能看到吗？能看得到我的直播上面的那个，可以的啊，看得到是吧？有的 ，OK。所以说你们看，我们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私域直播的形式了。能看到我们的直播的宝宝都是我们的铁粉，都是历经了千辛万苦，翻越了千山万水，然后才能够来到这个直播间。
跟我相遇的。所以说我非常的感恩大家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到我啊，相知相守，感恩你们啊。能看到不重要，重要的是告诉大家是这么个事儿，对吧？所以现在呢，如果你们还有其他小伙伴想要看我的直播，只能通过我们直播间里的宝贝来做分享。希望大家可以把我的直播间分享给你们的小伙伴啊。我们以后就是用这种人传人的方式，人传人的方式，哎，对不对？我告诉你们，我们要让别的那些主播看一看，什么叫实力，什么叫粘性，对不对？是金子在哪儿它都发光。谁说我们一定要在公众平台？我们在私域平台靠1对1，靠1v1是吧？靠1传1一样可以发光发热。对吧？大家右下角的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从分享进来的，有从分享进来的小伙伴们啊，右下角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大家可以点开，然后扫一扫，进入到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头。我们每周是直播3场，1年365天定时定点开播，每周二、每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每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如果说大家没有扫我们的二维码，是非常非常容易走丢的。所以说，希望各位好不容易到达此地的宝宝们啊，一定要把我们的二维码扫起来。然后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为大家提供的所有的付费服务，大家可以点小黄车了解一下。如果说你们直接在我的直播间里下单了的，同样的也是要去找这个微信二维码的客服去跟他说你刚刚下单了什么东西，让他帮你来开启服务啊。然后今天的4个小时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会留半个小时的时间出来给大家讲一讲，介绍一下我们年末的，我们这个月底的跨年的哼哈跨年专场的活动，好不好？来下一个，好爱你，我也爱你们。很经常刷到我的反对者，正常吧，对吧？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而且冤枉你的人比你更知道你是被冤枉的。Hello， 你好，芝芝早上好，早上好，很激动可以跟你连麦，一直都好喜欢你，觉得你双商都很高，还很漂亮。谢谢啊，说说你的问题。对，我先说一下我的问题，再说背景吧。我是走正常婚恋的，然后目前在2个男嘉宾之间纠结，就想听听曲曲分析。再说一下背景，有点长，我尽快。我们3方都在漂亮国，然后金额我也用美金吧。我个人的年龄是30，目前在美国一个小城市居住，在北美比较大的银行工作，收入10几个 W， 长相是7、8分。属于每次去聚会有人搭讪追的那种，然后家庭小。等一下，你刚刚说的10几个 W 也是美金对吗？对对对，我后面说的全都是美金，全部都是美金。OK， 非常好。对，然后父母是教师，然后说一下男1号，他是29岁，长相6，在美国的2线城市读博士。发展前景不错，10点半和谐，目前没有收入，是个富二代，母亲做生意的，具体资产不清楚，公司在准备上市。然后我们一起谈了6个月的异地恋，双方也见了父母，他家对我比较满意，他是属于很独立，不想靠父母那种富二代，然后以后打算创业，所以生活上过得比较抠。对我情绪价值上很好，也比较爱做家务照顾我，但是米的付出上就很一般。谈了以后，一共送了价值6000美金的首饰，但是前提是我先给他订了一套2000美金的西装，然后日常开销他付2/3的样子。我刚谈的时候确实是因为他富二代的光环有点上头，然后现在发现他没什么能力大额付出，对自己也比较抠，我就不好判断他未来赚钱了对我大不大方，就有点害怕以后进围城什么都拿不到，就有点下头了现在。然后说一下男二可能是个伯乐男，他32岁，长相3、4分，身高是162，跟我同城，然后家庭是小康偏上，他目前自己的年收入是30多个 W， 口罩期间赚了200多个 W 的快米，他追了我2年，然后给我送礼物送了10个 W， 又带我兼职赚了10多个 W， 然后付出意识就很好。
然后在我跟男一谈恋爱以前，我跟男二有过一次10点半，就体验很一般，后面我都拒绝了。然后男二目前呢，就是愿意跟我尽快进围城，然后也提出如果进了的话，会把一个合作交给我打理，因为他不方便出面。那我一年可以再有5、6个的收入，但是他目前就等得有点不耐烦，他就要求我立刻决定是在一起还是做朋友。然后这几个月在付出上也有后撤，就没有带我做兼职了。他是在家属于那种酱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人，他现在起居也是有父母照顾。那如果进围城了的话，我就需要照顾他很多。然后还有一个信息点就是，我目前在漂亮国是没有身份的，然后男一在办绿卡要等4年，男二已经有绿卡了，我就需要选一个男嘉宾跟他进围城拿绿卡。男一也愿意跟你进围城吗？对的，我们见了父母，然后也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你跟男一进围城能拿绿卡吗？可以的。男一肯定家境殷实，对吧？对。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谈，可以聊。对于经济上的问题，你有什么困惑，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应该在2个人相处非常愉快的时候把这个话提出来，不要自己闷在心里边猜，然后因为自己的一个猜测选择继续或者放弃，这个非常的不科学。你这个男二听着，这个人怎么说呢？相对来说可能会自私一点。是怎么看出来的呀？因为首先第一点，他本身是自我奋斗的这一类嘛，对吧？然后呢，他自我奋斗这一类呢，然后他的脾气、他的性格相对来说呢，又是偏大男子主义的。对。那他其实现阶段看起来可能会大方一些，但是他其实骨子里头肯定会更算计，算计会比较符合他们这样的人的人物画像。他就是他去跟你给 deadline 啊这种，对吧？我现在搞快一点啊，我来不及了啊，我要后撤了啊，要不然我这生意不给你做了，这个那个的，就他的这种非常非常 push 的这种行为，其实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算计的这么一个性格。虽然他的能力肯定是强于男一的，其实你思索男一的问题思索错了点位，你思索的问题说是如果他挣到了钱，他会不会给我花？你应该思索点位是他一生可能都挣不到钱，这个关系怎么处？应该是这么想问题的，是吧？而不是他挣到了钱，你指望他突然之间有能力，是吧？脑子开光了，这是不太现实。没能力就是没能力，他花他父母的，他就是一辈子花他父母的。因为他妈妈是属于比较算计的那种，我就觉得如果他自己没能力赚到钱的话，可能我也拿不到什么。那他现在就是没能力，你不要赌他变得有能力，明白吗？那所以我跟男一如果继续处下去的话，就不应该再期待说他在米上对我有大有付出，是吧？我说了，可以去聊，可以去谈，可以去争取，知道吧？我也跟他就是在感情好的时候聊过，就说我喜欢男生，就是对我表达爱的方式是会送我一些小礼物啊，或者是平常就是帮我点个外卖什么的，就是这一类，而不是说只是口头上哄我什么的。然后他就说那他要砸锅卖铁给我买礼物什么什么，就一直强调说他没有钱。那有什么关系呢？你的表达方式不对啊，你的表达不对。我跟你讲啊，我们就是什么明确提要求，而不是跟他说啊，我憧憬着什么，什么是我想要的。就是你们这种方式其实是在不断的给别人机会装傻充愣。在我们看来，我们的方式就是说，我们会说，宝宝，你给我点个外卖，我想要那个，你给我买。我下一次过生日的时候，我想要这个礼物，那我要砸锅卖铁，那你从现在就开始砸。我是这样，明白吗？而不是我跟他说，我喜欢男人对我的方式是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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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说完了结束，不是这样的。我就是一定要顶针顶，我不管用软的方式硬的方式，总而言之，我要让这个点位让你没有办法去装傻。好的。那我如果问他要比较贵的礼物，他会不会就是他很喜欢跟他爸妈就
就是交流日常发生的事情，我怕他跑去跟他妈一学，然后他妈就觉得我好像图他家钱什么的。哎呀，这个就是你看，这就是你的语气问题了，对不对？嗯，我要这我要那，这种方式不舒服。两个人高兴的时候，对吧？高兴的时候这种东西不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吗？他高兴很重要，就是他听到你这个话，他咯咯在那笑。做与不做可以慢慢来，对吧？但是在当下我提诉求的时候，他这个情绪是很好的，他不是用一个告状的一个状态啊，他的情绪是好的，他为什么会想着去告状呢？对不对？行，那其实你觉得，如果跟男一继续处的话，他有收入以后，就是他上交经济大权的可能性大吗？还是说都是要一点一点磨的？你是不是我们学员啊？不是。哎呀，你那个小黄车金贵的关系，你先去学习一下，好不好？好。这不得有个步骤，慢慢磨嘛，哪有那么一下子夸夸下的呢？那夸夸下的男的身边女的都一堆。好。可能就是被男二就是有点惯坏了，所以就不太习惯男一的相处方式。男二我也没有觉得他有花很多钱啊。他就是大概送了10多个 W， 然后又让我赚了10多个 W 这样。那没办法，那人家有能力啊，对不对？人家有能力啊。行，好，我明白了。那我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曲曲。拜拜。我们这个平台，我每天在这个平台上，每天现在要花将近3000块了吧？4000，妈呀！我现在开个直播一天要花4000块，不，我终于知道为啥这个平台没人用了。除了我，还有谁花得起啊？啊，咱就是说干直播的，那这除了我，这没几个人花得起这钱，别人一天挣不到4000。他这个平台是流量越高，费用越高，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在社群里好多学员，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看课看着突然看不了了？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没有在这个平台直播的时候，我们充的值，它慢慢滑嘛，它就滑的比较慢。但是自从我们现在到这个平台上来直播以后，我们充的值每天都在，就是像炸边一样的那个速度，你们知道吗？炸边一样。我原来说我直播间成本高，说的是妆造，现在你看这直播这个钱呐，像水一样哗啦啦的流。真的是哗啦啦的流啊！妈呀！看到我的负面新闻，我天天都有负面新闻，那咋办呢？是不是？这没点负面新闻的人播得起这4000一天的直播不？这里播一下就是4000，不播也是4000，只要我开始用了这个平台，知道吧？因为每天我的流量太大了，咋办呢？这平台太吓人了，真的太吓人了！来，大家赶快把这个微信二维码扫起来啊！右下角的微信二维码这个弹窗弹出来了，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微信二维码扫起来，好不好？不知道今天你们是从五湖四海的哪个地方来到的这个直播间啊？如果说还有没有我们的微信的宝宝们，一定要把这个微信二维码扫起来，然后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付费服务，好吗？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付费服务啊。来下一个，妈呀，4000一天，那他一年不得挣我150万？我一年用这个软件得花150万，你们赶紧的给我弄啊！我的妈呀，一年150万，我干点啥不好啊？我吐血了，真的是。这一天天的，你说我容易吗？
Hello，你好。你好。哎，你说。Hello，你说。你好，你好，是我对吗？是的，你说。菊菊你。哎，我听不到了。我听不到啦。Hello，说话。Hello，听不到喽。调一下你的网哦。我的小程序马上就上线了，但是目前我们小程序上线还没有直播功能，直播功能估计还得要一段时间。这个平台我直播的时候流量很大，我不直播的时候它流量也大呀，因为我不直播的时候还有很多人看直播回放啊，看直播回放的时候它也在用流量，明白吗？因为它会生成直播回放啊，看直播回放的流量比我在直播的时候的流量还要大。Hello， 你好。你好。你好，菊菊能听到吗？哎，可以，你说。是这样子的，不好意思，我信号可能不太好。是现在好了吗？我是今年38岁，我老公41岁，我们5年前结的婚。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他就是二婚，然后带了一个女儿，今年这个女儿14岁了。我在结婚以后生了一个儿子，现在小的儿子13岁。然后我们平时的矛盾核心就是这个继女，现在这个女孩呢又碰到了青春期，然后经常在家发疯，歇斯底里的狂喊乱叫砸东西。也不要读书，看了心理医生也没有用，那个女孩的亲妈呢也不肯带她。现在她发疯的时候呢，因为太吓人了，我只能带着小的出门躲着。最近发疯又严重了呢，我就只能带着小的回我娘家了。其实现在就是长此以往的夫妻关系很受影响。我老公现在都没有和我10点半，然后每天呢他就睡在客厅。但是我现在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经济的，就是我们家，我老公这边大概有几套房产吧，大概总价值在5000左右。接着说。这个叫什么房产呢？现在都是分别在我公婆和我老公的名下。就是我现在的问题。Hello， 我听不见了呀，你这什么网啊 ？Hello， 这家里也比较，你能不能把你的网切一下？也比较难受。你现在 Hello，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喂，你好，听得见吗？你能换个地方吗 ？Hello，曲曲。来下一个吧。喂，你好。Hello。哎，你好。哎，你说。哎，你给我打的电话。是啊，你接着说呀。曲曲，不好意思。我刚刚说到哪里了？是不是我信号不好就一直听不清？对的。然后我刚刚大概就是说到这个继女呢，在家里面就会经常发疯砸东西。你是说经济问题？说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就是这个几千个 W 的房产呢，分别都是在我老公和我公婆的名下。那虽然他们承诺过是要留给我和我儿子，但是这个东西没有落袋为安，也就是嘴巴上说说的。那么他们现在我老公也是不给我钱的，并且要求我补贴家里的生活费，就阿姨的费用啊，家里的一些开销，包括我自己小孩子的费用，现在全部都是我自己在支付。我就觉得我还平时在情绪上在这个家里也不是太好，这个婚姻是不是还要继续，也很内耗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这个儿子是你们俩的是吧？对，儿子是我们俩的。
现在你老公一年收入多少？他有给你一部分吗？没有，我老公是在疫情前把他以前是开厂的嘛，厂关了以后他就几乎没有收入，然后他也1分钱都不给我。那你还问啥呢？你这个关系有任何持续的必要吗？你想持续的卡点是什么？持续的卡点是一方面就是说，家里面是有资产的，并且是本来是承诺是给我孩子的，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说现在是上哪儿去赚个几千万一套房子，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呢是孩子确实也很喜欢他爸爸，那么他对孩子也很好，就确实对我儿子也很好，那经常会陪孩子出去玩啊，每天都会带孩子，亲子时间是够的。所以我就比较纠结。但你呢？你跟他相处起来，你开心吗？非常不开心。那这个事情不就其实答案就很清晰了嘛？你可以让孩子跟他有持续的来往，但是你个人是没有必要再卷在这样的夫妻关系里边的，对吧？所以说婚姻关系该斩断的就斩断，你们俩还是可以作为孩子的父母，没有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他继女有一段时间是去他妈妈那边了，大概去了1-2个月，这1-2个月呢家里是比较太平的，他对我呢也就是开始有时间关注我，然后也有空关注我的情绪了。可是他妈妈就是这个继女的亲妈呢是不愿意带他的。哎呀，你说的这些都是废话，你说的这叫你说的这属于叫做自我安慰。哼，他能365天都把他带走不？对，这不可能。对呀，你这说的这不是废话吗？自己给自己洗脑。行，那您的意思就是这个没有必要，婚姻关系是没有必要持续了，对吧？对呀，因为什么？蛮简单个道理，只要你跟你这个男的不用天天大眼瞪小眼，其实你们的关系也可以处得很好，你懂我意思吗？你们就是因为同在一个屋檐下，所以处不明白的。是的，是的，因为你们2个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这个屋檐下除了你俩还有别人，还一大堆。对，是的，那问题就很多。对呀，矛盾。所以你们2个人但凡能分开，对吧？你过你的，他过他的，其实偶尔相处反而什么都好了，什么都顺了。所以关于房产这方面，是不是就是他愿意给的？比如说小孩长大了，他愿意给的，他自然会给；他不愿意给的，我其实也没有任何办法。小姐啊，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算他给，什么时候？他死了。他活着的时候他能给不？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你琢磨这个事儿干什么呢？所谓的给与不给，什么时候的事儿？50年以后。明白了。行，那就是我现在带着小孩回娘家，先暂时跟他分开，也是比较好的选择，对吧？当然啊，只要是你们2个人能从物理空间上隔离开来，就好了。你过你的生活，他过他的，然后小孩嘛，就是反正他也喜欢小孩，他也爱小孩，需要他去带，需要他去招呼，需要他去搭把手。你要是开个口，他也不可能不管，对不对？对。好的，行，那我就明白了，谢谢曲曲，我没有其他问题了。拜拜。好，拜拜。你们很多人呐，一辈子活的都是个执念，真的，活的都是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儿，跟自己的情感、感受毫无关联的事情。有多少人都是困在所谓的，哎呀，以后他还能有多少钱留给我？以后还有多少钱留给他娃，留给这个留给那个的。人活的就这一生，你能把你自己这一生活明白不？你这一生都已经不快乐了，不开心了，每天都是很痛苦的一个存在了。你说你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在牺牲，你觉得那个孩子就开心吗？就快乐吗？对不对？你每天跟他待在一块的时候，笼罩着你们2个人的都是阴霾。你美其名曰说，我是等着你爹以后要把这个财产给你啊，我是等着我这个婆家以后要把这个房产给你啊。
然后呢，你散发出来的能量跟磁场是什么？你的孩子感受到的能量跟磁场是什么？一生感受不到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快乐，什么叫自洽，什么叫愉悦。到了几十年以后，他要那个房子干什么？前面几十年都没活明白，最青春的时候，对吧？最应该快乐的时候，最阳光的时候，没有看到阳光，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人不能这个样子的，明白吗？这都是叫想不开的人，叫活不明白、想不开的人，就是这样的。天天想着那几十年以后的事儿，那有个什么好想的？你先把这几十年活明白，对吧？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啊！右下角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大家看到弹窗的，点开扫一扫，加入到我们的微信朋友圈，这样的话就不会跟我走丢了。我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会在我们的私域进行内部直播，我们不会在公开平台进行直播，所以能够找到我们的小伙伴都非常的不容易。希望大家可以彼此珍惜，我们还能看见彼此的时光。然后呢，把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给大家提供的所有的付费服务，我们的金贵的关系、金贵的关系的社群，我们的1v1啊，还有我们的闺蜜圈，都可以在右下角的小黄车可以看到啊。来下个，现在多少人？现在同时在线4000多个人。喂，你好，琪琪。哎 ，Hello， 你好。我是金贵的学员，然后我想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我今年36岁，然后学历是大专，然后收入是7到8个 W， 很少，就是一般的打工的，公司上班的。然后呢，父母是退休，然后有房没车，然后家境很普通，就可能在这个城市有2、3套房产。然后我是扯了快乐证，然后是没有娃。我今天的问题呢，就是想问一下我的未来的那个职业规划，还有那个感情和生活的规划，还有就是我现在要离职的一个补偿，我想问一下曲曲。可能我的事情有点复杂。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是有那个，就是男嘉宾他是一个委内的关系。是我先介绍一下吧。然后他就是我和我之前的那个老公，我们是14年就是结婚的，然后18年领的那个快乐证，然后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什么感情性格什么的，就是因为他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们就是很好的生活就是变得可能连普通人都不行了，然后就他也自己也不努力，我呢还是继续上我的班。所以就我们两个就分开了，但是现在还偶尔会有联系，但是几乎不在一起了。然后我现在就是在之前是在当地的一个国企公司，然后后面离职，然后现在在一家私企。然后这个委内关系呢，他就是跟那个现在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在一起，但是后来被他知道了，被他家那位知道了，现在就是我面临的自己要离职。然后我想问一下曲曲有什么建议，就是补偿啊什么的。你直接跟这个男的谈不就完了吗？这男的是你老板吗？对，是的。对呀，他是什么意思吗？他现在？他现在的意思是说，就让我离开吧，然后就是后面啊，如果我找工作什么的找不到的话，他会给我生活费，是这样。你现在先跟他谈明白，你说你要我离开这家公司的话，你正常的你补偿要给的都得给到啊。你本来你的收入是多少？现在的收入吗？月收入7、8千这样。这男的有跟你给过钱吗？给过，就是我们在一起2、3年，可能就3、4个 W 吧，差不多。好下沉呐！哎呦我的妈，太下沉了！你想让他给多少补偿啊？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要不要？
就是我肯定会被曲曲骂的，因为我也是金贵的学员，然后我也知道，就是说男的大你多少，特别是这种关系，男的大你多少就要他付出几个 W 为前提。你别扯这了好不好？这是跟你有啥关系啊？咱们那个标准，那都是金贵儿的关系呀、那都是黄金白银啊，你的都破铜烂铁啊，这都不是一个维度的事儿啊。因为他现在目前拿不出，是因为可能公司业务拿不出上有一些，你已经跟他谈过了，多少钱没有拿不出？没有，我是说付出没有到位，是因为那个他给过承诺，但是没有做到，是因为就是我在公司我也知道公司情况现在是面临就是有点严峻嘛这个形势，所以就我们这个行业可能受那个公司多少人啊？的影响，你们公司多少人可能四五十， ？40-50个人。嗯，有但是40-50个人的公司，你找你老板拿个10万块钱算了，好吧？那我因为是35嘛，他大我10多岁这种。哎呀，你别跟我扯这了，你能拿10万块钱都不错了，人家都不会给，人家家里都知道了，人家都不会给。说实话，你一点儿拿这个男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是的，是的，现在就是知道了，你家里就是被面吃干抹净了，小姐。我就说你直接开口，就说10个 W 买断，你就完事儿。你说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每天我得在你这儿啊，我得在你这闹一闹，是不是？每天在你这公司给闹一闹，不让你好好上班。你说你现在让我这出去，我咋办呢？工作一时半会儿不好找，对不对？然后名声被你搞坏了，你说你不得给点诚意，拿点意思，就这样呗。哎呦，你就说个10吧，好不好？那我以后的自己的那个规划呢？工作的，我就建议你好好上班，好好工作，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知道吗？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经常听你知道啥呀？搞什么稀巴烂的关系啊？你们有什么能力搞这种稀巴烂的关系呢？啊，你说是不是？屁没搞着，还惹得一身骚。找个正经人谈个恋爱不错啦，不要搞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儿。你规划什么呢？你7000块钱的工作，7000块钱的工作满世界都可以找去呗。是的，还是要靠自己那种。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靠不靠自己的问题，知道吗？靠什么，它都是需要脑子的，需要狠劲的。没有脑子，没有狠劲，到哪儿都只能是桌上一盘菜。我还想问一下，他这么尊重他那个意见，这样，就说明他们是我也不知道我问什么，好混乱现在脑子。你在说啥呀，大姐啊？你在说啥呀？你是想说啥呀？你想了解点不属于你这个世界的什么信息啊？是的，那他是认可了他家的那个意见，把我那个，我就觉得这一点让我挺难过的。这种你难过，那哭一场呗，哭一哭。难过有啥用？自己一个人去唱个 K，吼2嗓子，好不好？这有啥难？这难过有啥好说的呢？难过，下次别搞这种事情了，乖，好吧？那以后就不要联系了，是不是？就那这里联系个毛线啊！钱都没有，联系个老头干啥呀？好的。联系的意义是什么？你没有什么好联系的，2年搞3个 W，这值得拿出来说吗？那吃饭都不值这点钱。是的，我知道肯定会被骂这种。我连线之前就觉得会。我都不想骂你，我骂你啥了？我这不是跟你哭没有在那跟你说，我骂你啥呀？你真的我都使不上劲儿这，啊？我也不，我真是我也想早点结束的，然后就是自己也那种嘛。但是然后后面被知道了，才你快去好好上班啊，好不好？赶紧重新去找个工作啊，找个工作好吗？别搞这稀巴烂的啊。好的，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好的，去。
想问啥呀？啊，想问啥呀？想问人家俩是不是真爱？想为啥他们这么尊重他，他还出来搞乱七八糟的关系？是想问这个问题吗？你的内心是不是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啥这个男的那么尊重那个女的，他还要出来跟我说爱我呢？这是你们想问的问题吗？还是说，哎，你说这个女的一发现这男的马上就跟我断了，说明他俩是真爱吗？还是想问这个问题吗？啊，还是想说，哎，那个女的都知道我的存在了，为什么他还不跟他两个人扯坏了阵呢？是想问这些问题吗？啊，是想问这些问题吗？就是在你们的世界里，这个男的就是个好东西，是吧？因为所有的这些问题的发源在哪儿了呢？所有的这一系列问题的发源在男人应该是忠诚的呀，对不对？男人应该是忠贞的呀，爱情应该是1对1的呀，男人应该是忠贞的呀，男人应该是忠贞不渝，是基于男人应该是忠贞不渝这个点位，然后才能延展出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是不是？要不然的话哪来这些鬼问题呢？这些问题有啥好问的呢？男人都是烂苹果，没有这些问题，是不是？是不是男人都是烂苹果？你这些事儿不都是合理的吗？对不对？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多吃多占，啊，家里的，外面的，是吧？能不发现就都搞着，发现了就能舍，就是不能能够都搞着就都搞着，不能搞着了就舍一个，有问题吗？到底哪里有问题？他不知道想问啥，真的是，就是他的爱怎么爱会消失，爱会转移。是吧？先从他家里那个转你这儿来了，他家那个发现了之后，你的爱又从你这转他那去了，非得拿点什么的东西给你们美化一下，还是怎么样？唉，我就是这样被人骂的，知道吧？我被人骂的底层逻辑，就是因为我破坏了爱情在大家内心当中的纯洁圣洁。是吧？我每天在这讲赤裸裸的现实，我不美化爱情了，我不歌颂爱情了，然后我就被喷了，我就被骂了，知道吧？我把那些猪头猪脑的个泡泡都戳碎了，对不对？哎呀，我是希望大家就是，我真的说实话，我觉得如果你们还能恨我，还能讨厌我，那说明你们很幸福。其实当你们爱上我的那一天，就说明你们的人生已经受到了鞭挞，对不对？如果你对于我还能报之以恨，就是说明你的人生还很美好，对吧？能够爱我的人呐，就是人生已经经历风雨了，已经经历风浪了，他才能爱到我这儿来的。所以我们这是个什么直播间呢？其实我们是一个抱团取暖的直播间，对不对？我们这个直播间叫做生活给了我无数的创伤，但我依然热爱我的生活，对不对？男人给了我无数的打击，但我依然拼尽了全力去爱每一个男人，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这都是被社会毒打过的奇女子，在我们这个直播间。来，大家那个右下角的微信二维码扫一扫啊！今天不管你们从五湖四海的哪个地方受到了伤害，受到了生活的捶打，来到了这个直播间啊，都是缘分，好不好？都是缘分啊！右下角的二维码扫一扫，就不会跟我们走丢了。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呢都是这3天直播，但是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我们都只会在这个私域内部直播了，所以说大家可能很难找到我们啊，一定要关注了我们的这个朋友圈之后，才能够每一场都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为大家提供的所有的付费服务。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宝宝，可以直接在小黄车下单，下单了以后也依然要去找
啊这个二维码微信去问一问，说哎我下单了，什么时候开启服务，怎么开启服务，好不好？今天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会特意留半个小时的时间出来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一次月底的跨年哼哈的这个活动专场的各个内容，好不好？来下一个，我字幕在眼睛上吗？应该不在吧？它那个字幕应该是飘的吧，飘荡的。哎 ，Hello， 你好。哎，你说。嗯。嗯。哎，他们为什么说听不到你的声音啊？哎，你重新连一下，你重新连一下，怎么听不到他的声音呢？你把那个水印能挪一挪吗？挪到那个挪到这儿。下次我穿个低一点的，就把水印打在这儿。现在可以听到吗？Hello，我看看他们可以听到吧？好。你重新说一下来。行。我说一下双方情况。我27岁，超一线海外硕，主业收入30W 左右，其他收入投资不定，目前在每年50到100左右浮动。男嘉宾他大我22岁，为内孩子，主业具体收入不清楚，副业是我的 boss。我工作3年左右，据我所知，他副业每年平均应该是3到400左右。我目前在一起2年半。他是个伯乐男，从开始就对我付出，目前700多，但其中的600严格来讲是投资管，每年做的成果利润会和他55分成，所以他一开始很聪明，在我擅长的领域对我进行利益绑定，然后并且进行利益共享。生活其他方面他也在主动付出，尤其在我个人成长学习方面，但凡我提他就说需要他做什么。总的来说对我特别支持，然后对我的个人职业规划也很上心。愿意让我之后出国深造，并且希望将来我们可以一起去国外生活。我们的感情很好，强调3个点位都有，所以在一起2年半左右依然是很热恋状态。除了他为内的事实，我们没什么矛盾，有问题都可以及时解决。有关他为内的事，从我知道到目前为止，我可能专门闹情绪过2次。他对我表达态度就是会努力体面去解决这件事儿，所以我也没多问过。现在不管他的结果，也无论他真心或假意吧。我的目标是和这个人能有未来当好，但如果没有一个他所承诺结果，我不会以现在方式留在他身边。我知道自己目前很难对标一个同龄符合这么多条件的人。他从外形、10点半、思想各个维度来说，对我都是很欣赏的对象。跟他在一起2年半，我自己很清楚自己各方面成长也是有一个质的提升的，所以我也不愿意轻易放手。但我给自己画了5年的时间线。如果不能以一个理想的结果在一起，那我离开他的时候也希望再上一个台阶。目前我5年内的2个剩余阶段性目标吧。第一个是我想让他在海外帮我置产一套，第二我想跟他 DIY 一个球。所以就这2个目标而言，曲曲你觉得什么时候提比较合适？同时在剩余时间内，我还需不需要就他承诺他解决围内这个事儿进行起跳，还是我完全忽略掉这个事儿，所有东西顺着跟他提，然后再也不提这件事儿了？他能解决解决，解决不了就算了。这是我的问题。你多大？我27。你27岁。你现在想的其实就是跟这个男的做终身绑定是吗？对。就是说无论有没有围城的结果都是终身绑定。我说5年之后可能是不是现在这种我对他可能是1对1，可能是不是这样的关系了。不是这样的关系你是指什么呢？你跟他有球了然后你再找别人吗？
什么逻辑？对，但是他从其他方面，比如说我从事业上去跟他绑定啊什么的。现在这个男的一年能让你挣300是吗？我听下来。不是，是他自己副业300-400左右，他给我的投入可能600多是投资款，我每年可能做到100左右。也就是说，每年做的这个100左右，你俩还是分55分，对吗？对，一个人分50。对，相当于这样。所以他除了这个投资款以外，给你的付出是多少？让我想想，因为其他都是他在平时出，我要一些小的，可能也50多吧，每年。2年多的时间50多吗？不是每年，大每年概是这样。50多，一年也就100多。你是脑子坏了要跟他带球？有坑吧？说的这些话不是你们不要预设答案呐。你来问我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你要给我预设这个答案？你这个男的的条件他不支撑啊，你这个答案。他没有到这个 level 上面啊。你所谓的上升一个台阶怎么上啊？往哪上啊？2年一共加上他给你投的你自己挣的部分，2年一共才150-200都不到。明白。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规划的个什么玩意儿啊？说话听得像蛮清醒的人，怎么这说的这些鬼东西，这规划的个什么玩意儿？听不懂了。所以我的目标是错的，对吧？对呀，你上升台阶怎么上升？你这个人他这个盘子就这么大，总共2年，还要加你自己给他挣的这一部分，你还帮他挣了钱，然后也就才值这个数。因为一个前提是，对我现在挣的这些，其实各方面都是他提供的资源啊什么的。他提供资源又怎么样呢？他换个人给他做，一样能做到这个成绩吗？一模一样吗？对，不一定吧。你不过就是别人一个高级打工仔。你有这个能力，你给他干也是干，给别人干也是干。哼，明白。600万一年能够挣到100万，这是很高的回报率了，好吗？他在哪里一样能搞到这个收益吗？现在到底是谁需要谁呀？你脑子放灵光点好不好啊？明白。他还比你大22岁，我刚刚没听错吧？没错。脑子有坑，真的是，这是属于脑子有坑。你又年轻又有才，还能帮别人赚钱。你像这样子，你在外面搞别人几千万，帮别人做资金管理都有可能。你在上他是搞什么？好，明白。那就是我不说第2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让他帮我在海外置产一套，您觉得什么时候提比较合适？随时提，什么时候提？随时。这男的，哎呦，这男的现在我没有看到他自己的总盘子大概是多少，他什么经济水平啊？我不知道他主业能赚多少，但是他副业一般年就是300-400左右。啥叫副业主业？你连别人主业赚多少都不知道，你怎么评判什么是副业，什么是主业？因为他有主要的工作，他副业是做我的 boss， 他只是这一块。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基金。他是自己当老板，还是说他给别人打工的呢？他也算给别人打工。他也是个高级打工仔，然后你再给他当高级打工仔，你们都是可好，财富的搬运工啊！哎呦我的妈呀，我真是服了，小姐呀，你的行为路径是错误的。你的问题是在哪了？我告诉你，你以为自己在走捷径，但其实你走的是一条相较于你自己的能力来说更远的路。知道吗？什么海外置业？海外置业你想要多少钱？多少钱的房子？700-800左右吧。700-800左右。以这个男的给你的付出额度，他是不可能给你这么多房子的，给你这么多钱的。以这个男的给你的付出额度来说，他一次性能给你拿个200-300，那已经到顶了，那是非常顶的顶。好吧。如果说你想要什么700-800的房子，我是建议你5年规划在事业的点上，你的能力5年挣个700-800肯定问题不大，问题一点都不大。明白。自己的事业上的规划，不要搞这些稀巴烂的鬼。好的。
那您说那个他围内那个事儿，我还需要起跳吗？还是就是跳个毛忽略的？啊，跳，神经不正常。你们呐，说是搞金融的，还没我脑子会算账。这个账怎么算不明白呢？你的时间跟精力花在什么样的地方，它能出更大的结果？现在你帮这个男的管理600万的资金，一年能挣100万，这个是你自己的能力结果，知道吗？这个里边需要的各项元素，你自己把它盘明白，你就可以去管理更大的钱了。明白。你不要把你脑子花在什么要不要起跳，要不要搞他维内关系，那关你屁事儿啊！你多干个几年，说不定比这男的挣的还多。你去动他这脑子。好，听明白了。行，谢谢，没有其他问题了。就这样，你把我气死了！你们这些人，是每一天个脑子，一开口啊，感觉1、2、3、4、5整的可清楚，结果呢，那个因果关系稀巴烂，不知道自己在给自己规划个什么鬼，他自己觉得自己规划的蛮明白，又是要带球啊，又是要起跳啊，又是要上台阶啊，说一些话呀，不知道多犀利啊，是吧？不知道多狠，其实呢，做的一些动作都稀巴烂，做的些什么动作看不懂。大22岁的一鬼男的，大22岁，他还在那什么2年，一共花了，一共就花了100个，另外50个还是自己挣的。我的天哪，你们真是，你们怎么净搞些亏盘子啊？啊，真的，是不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啊？你们好多姑娘自己有能力，自己都不自知啊！我跟你们讲，真的，我们现在外面啊，看的不要了。那男的呀，你们知道那男的就是一年挣个100来万的，外面是怎么吹牛逼的？我天，真的，就是男的介绍他们的哥们儿。如果这个男的他不知道我们的实力啊，如果这个男的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实力的情况下面啊，男的介绍他们的哥们儿都怎么介绍？你看，人家首先啊，那玩的就是说，比如说在前脚都从夜总会里头出来了，后脚就跟你说，我跟你讲，你看他现在他的人生好得不得了啊，是吧？你看每天多潇洒啊，年入100万，是吧？女的围一堆啊，什么什么，就这牛都吹的，我脑子里全是问号，真的，我脑子里全是问号，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年入100万，你们就可以像这样玩了啊！从早玩到晚啊！夜总会里面那10个女的，我的妈呀！这怎么这就支撑你们这样消费了？就支撑你们这个吹牛逼的姿态了啊！人都要向后仰，是吧？这腿都要敲得无比之高啊！恨不得天下都是你的那种感觉。我就所以说我跟你们讲，你们千万不要在外面啊有那个会赚钱的女生啊，你们不要在外面被那些男的唬住了，知道吗？都是纸老虎，真的都是纸老虎呀。他说起来咔咔都吓死人，其实就那样，真的，你把他的底一掀，就那样，没什么东西的。你们不要觉得有多屌多牛逼，没什么东西的。聊认知聊不了2句，你们天天把他们，我就跟你们讲，拉下神坛，不要一天到晚把它供在上面供着干什么呀？消费观不一样，男的跟女的消费观不一样，你们知道吗？我是不是跟你们讲过了的？我原来问过好多男的，我说你们什么收入量级的时候会去买一台100多万的车？很多男的就是一年可能收入毛边100万，他就要去冲100、200万的车啦。女生不是这样的，绝大部分女生是什么？她可能一年挣了100万，她就买个30万的车。女生都是这样消费的。男的是他买的那个东西，他的那个消费的状态，可能是他的那个收入状态的完全的持平，或者是甚至是超过的那个状态，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他们就是他们的
愿意把这个钱都花在包装啊什么这个上面，然后呢再去撬动更大的生意、更大的买卖。女生就不一样，女生天天想着居家过日子、攒钱，是吧？买黄金、买房，哼，过于低调了，过于低调了。我跟你们讲啊，以后啊，看我的姑娘们，我跟你们讲，你们出去以后只管就是屌着点儿，知道吧？但凡收入高的，出去只管给我屌着点儿，别把他们那些人太当回事儿，知道吗？那是给别人面子，只是为了什么呢？我看中谁了，对不对？我今天看中这个仔了，我看中这个哥哥了，那我在你面前嘛，对吧？我给你笑一下，抛几个媚眼，低调一点。我要是没看中你，我凭啥呀？对不对？你们要是会赚钱的，只管在外面跟我拽着点，怕什么？你越拽，那些男的哈哈的越往你身上贴，信不？越要扒，他越觉得这个女的牛逼，他越要跟你玩。男的都是这个样子的。来，右下角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大家扫一扫啊，扫一扫微信二维码就不会走丢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朋友圈。然后呢，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正版的金贵的关系啊，进我们正版的金贵的社群。我们社群里每天都会有我们的管理员给大家整理我们每一场的10个直播的经典案例总结啊。然后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付费服务。大家如果在小黄车里下单了付费服务的宝宝，直接去找客服，找小助理，然后就跟他们说你下单了，让他们尽快给大家来安排开启服务啊。来下一个，这是哪个？你把你那个音量关掉。哎，哦，你好，你好，你好，我听不到了，你离开了。Hello，他怎么离接电话去了？来下一个，下一个。买房子、买黄金这个东西不是说对与错的问题，而是当你自己还在一个攀爬阶段的时候，还是需要花一定的成本在自己的外在包装上面。因为房子跟黄金是你没有办法背着跑、背着走的，对不对？你不能见人就把房产证给人看一看，见人就拿一坨黄金给他看一看。这个村连不上啊 ，CUN 连不上呢。连不上，下一个。你们都不知道，我原来啊被人家骗钱呐，人家确实是拿着房产证骗我的，拿了7、8本房产证给我看，后来才发现那个房产证全是假的。每天出来接我，不是开劳斯莱斯就是开宾利，就是开大牛，每天都是各种豪车司机，知道吗？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些车全部都不是他的名字。都是假的，
眼睛上还有水印啊？哈喽，你好，蛐蛐，哎，你哎，你好，好，你说，哈喽，蛐蛐，我今天想问的是，这个男嘉宾是不是一个可选的目标？我对他很上头，然后而且段位不行，然后他的段位很高。然后我说一下我的个人情况，现在是24岁，然后研究生在读，颜值和身材在海外不卷的情况下算6、7吧。然后看起来是那种就是很单纯、很好骗、很好脾气、很没主见的那种。然后家里情况对外表现的就是还 OK。然后谈恋爱的段位不行，只有过一段5年的恋爱，然后刚分手不是很久。然后男嘉宾的情况是，应该是不到40岁，然后大概率是属于黄地男的。然后每一个人对他的评价都是黄金单身汉，然后女朋友很多，然后就是大家都会开玩笑说我们这个城市就是某一款100万左右的车就都是他送的，就开玩笑嘛。然后见他的第一面的时候，他身边有别的女生的情况下加的我微信。然后我们的发展历程是，我们半年前认识的，然后我开始没有很在意他，然后后来跟他聊天，自己把自己聊上头了，然后他下头了，然后就断联了，就这半年就没有联系。然后上周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很多人的活动上又见到了，然后就又联系到了。就我的性格就是其实不是很有野心的那种，然后加上上一次分手伤害挺大的，我现在就求内心平和，然后我还不是那种迎难而上的性格，然后加上他的段位和情商很高，我就觉得自己搞不定他，我害怕自己受伤，然后我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逼着自己下头。就我俩其实复联才10天吧，然后但是我中间删了他2次。什么玩意儿啊！我的妈呀，你，哎呦，然后第一次是刚复联，我们中间就有一点不愉快，然后再加上我就是对他之前撩一半就跑的事儿就怀恨在心，我生气就把他给删了。然后他就突然觉得说我外表看起来就是那种性子又软，然后但是隐藏起来脾气挺大的。然后但是删了之后吧，就是删人就叫脾气大。我觉得你被这男的忽悠了啊。接着说。然后删了之后吧，他就反正这一周都是他在主动联系我，然后聊天就一点点暧昧吧，但也聊的不是很多。然后第2次删他是，就我见他我就发现我真的很上头，就控制不住的上头，然后我就自己就感觉不受控，挺害怕的。然后再加上之前的分手后遗症，然后分开之后我就给他发说我还是觉得很喜欢他，然后我又把他给删了。然后我觉得我这两次操作他肯定无语了，就不会再找我嘛。然后就我不联系他，我也能让自己下头。但是他又主动在别的平台找了我，然后又提起来主动加了我，我现在就有点懵，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怎么想的？我刚刚已经跟你说了，你的行为完全就是暴露了你的弱呀，你的行为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弱。和一个男生站在你的对面，这个人但凡有点段位，他就能分分钟分析出来，这女的就是我的提线木偶。就这么简单呢。越是一个喜欢在短时间之内频繁删人的人，那么就越是说明他的这个动作没有威慑力，对不对？就所以你的这个动作在别人眼里看起来，你不过就是这种情绪化的一个人而已。情绪化不代表你有脾气，情绪化代表的是我好操作。所以我也知道自己的这个情况，所以我就目前就不要再跟他牵扯了。哎，没有意义啊！你又搞也搞不定，搞也搞不赢，玩也玩不转，那你搞什么呢？就是不要联系了，就他发消息也不要再回了。没有意义，你就全网拉黑吧，好不好？全网拉黑，不要再加回来了。好的，明白了，懂了。谢谢蛐蛐。
还有问题吗？没有了，拜拜。感觉遇着白马王子了呗，这是不是遇着白马王子了？只能说明你被别人视为打击，是吧？就是优质的男的见少了，优质的男的见多了以后，你们会发现他们跟我们都没啥关系。就是刚开始是觉得，哎呀，会不会是我不够好？但是等你们优质的人见的一摞一摞的之后，你们就会发现，其实他们都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你就习惯了，知道了吗？你就习惯了，真的。而且我跟你们说，这个世界上啊，是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真正的白马王子。你们所谓的白马王子是什么呢？长得帅，有钱，专一，对吧？认知高。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面没有这样的人，没有。你们哪怕是你们在网上也好，或者说在电视节目上面也好，娱乐节目上面也好，电影里头也好，看到的都只是这个人的一个切面，不是这个人的360度环形展示，知道吗？有很多你们觉得哇，这个男的好精英啊，天哪，好完美呀！我告诉你，大概率这样的人啊，他的那个私生活都是一片混乱，就是这样的。因为一个人他没有什么所谓的冰不冰山一角的，我告诉你们，没有所谓的冰山一角，知道吗？你们看那个你中东的那个叫什么那种王子啊什么的，不都是这样的吗？长得又帅，极其有钱，对吧？然后呢，都是那种啊，三个恶习至少得占俩，至少得占俩。所有你们看到的都是表面上的那一套东西，因为像这样的人呢，他从小到大就是会被惯成这个样子。如果这个人他还能忠诚，大概率他身体不好，知道吗？就是如果他又帅又有钱，还很忠诚，大概率啊，他就蔫不拉几。真的是这样的，就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种什么都好的人。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可以对男人做到极致祛魅，就是因为我太明白这个点了，就没有完美的，不可能有完美的，也不是咱配不配得上的问题，确实是没有。明白吧？最好的也就是那种长得一般般，是吧？长得一般般，哎，还会挣点钱，还有相对忠诚，这一卦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了。而且我告诉你们，男人但凡沾有钱这一条，基本上就已经跟忠诚不搭嘎了。但凡他沾有钱这条，还别说这男的帅不帅，知道吧？还什么高不高，壮不壮，这都已经不重要了。但凡他有钱，基本上他就跟忠诚这件事呢，已经啊，就是跑得比较远，就跑得比较远了。没有办法呀，因为旁边的女的太多了，知道吗？旁边的女的扑的太多了。他原来呢，可能还稍微的守一守，哎，觉得我还注意一下，但是到后面基本上就很难。能够做到很好的，我见过的，做到很好的就是什么？就是非常怕老婆的这一类，怕老婆、敬重老婆的这一类，不影响他在外面花，不影响。但是呢，他这个主次分得特别清，知道吧？然后我跟你们讲，我以前我有个叔叔。知道吧？蛮搞笑，做地产的，很有钱，长得不咋地。然后呢，以前呢，他就老是喜欢拉我们一帮女孩子去那个洗浴中心洗澡、打牌啊，就在那玩嘛。有一次呢，我就迟到了，知道吧？结果我迟到了以后呢，我是最后一个到的。好，那天呢，我就给他打电话。可能呢，他当时是他那个可能换了个新手机，就没有我那个电话号码。然后我在电梯楼打电话，我第一句话，因为我跟那个叔叔关系非常非常非常好，
我说，哎，我说你们在哪个房啊？我说你们在哪儿啊？我说你们在哪儿啊？然后呢，我那个叔叔，因为平时他是个什么人，他都是那种，哎，小玉，他是那种性格特别敞的那种人。哎，干嘛呀？他平常都是。结果那天呢，我说，哎，我说你们在哪儿啊？他首先是安静了一下，然后说啊，你在哪儿啊？他就这样特别唯唯诺诺，你在哪儿啊？我说我在电梯里头啊。他说啊，你在电梯里边？我说你们在哪个房？啊，我们在打牌呀。然后我说你们在哪个房？他再汇过来了，他说你是你是？我说我是曲啊。哎呀，你他妈的吓死我了！然后他就你他妈的吓死我了！我说咋了这是？我说咋了？然后后来我去了以后，然后我就看一帮女的，知道吧？他当时可能2、3个男的吧，一帮女的。你他妈的吓死我了！我一进去，我以为是我老婆。他说怎么你今天打电话声音这么像我老婆呀？吓死我了！因为我都没有称呼，就我都没有说哎叔叔干嘛，我没有，我一接电话第一句我说你们在哪？他会吓死过去。然后还有一次也是我们在唱歌，知道吧？然后呢，他就接电话，结果他老婆打电话嘛，他就他就这样，不要说话，不要说话，大家不要说话。好，然后我们就所有人都不说话。然后呢，他就把那个音乐一暂停啊，他接他老婆电话，都是这样的：亲爱的老婆大人。真的，亲爱的老婆大人，怎么了？有什么事儿？然后我们听不见他。哎呀，我跟哪个领导啊，我们现在在喝茶，我们聊点事儿，你要跟他说话吗？然后就把电话递给那个领导。然后那个领导就是哎弟妹没事儿，哎我们喝茶，对我们聊点事儿啊，很快就结束。这已经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了。我跟你们讲。这已经是我见过的这么多的有钱的男的里边，表现最好的，顶级的天花板。天花板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你们还要非要指望男的什么还有绝对的忠诚啊什么这个那个的，我就劝大家就是早点放弃。知道吧？反正我们现在在私域直播，我也无所谓了，我也不怕别人骂，我就劝你们早点放弃，好吧？跟自己和解很重要啊。来下一个。春是吧？我再连一下。他不是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靠他老婆助力，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他长得很丑，他老婆长得很好看。我那个叔叔长得有点不好看，但他老婆很好看。他老婆挺漂亮的，两个人是同龄人，但长相差距挺大。Hello， 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女神？哎，可以，你说。哇塞，终于连上了！菊菊女神你好，我是铁粉，你是我心中的一束光。我觉得看到你的直播就像看到每天太阳会升起一样有能量。然后在我低谷的时候，你是我不放弃的信仰，你是我的救赎。那接下来我用很快的时间，然后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关系有必要挽回吗？第二个问题是挽回应该怎么做？等他再找我，还是我给他地球号拉回来，然后发个照片推进界面。那接下来是详细的信息。我的工作是主持人很多年了，在某百货平台上都可以搜到那种本科年龄31下25。稍慢一点，太快了，太快了，稍微慢点。抱歉，
好的。年龄31像25，几年前平台粉丝加一起过百，普通家庭，父母从小抚养长大的。男嘉宾和我同岁，条件硕士全球前10的学校，个人资产我知道的是8000多块一个小目标。工作苹果还上面的工作是我前男友，5年前谈了几个月，对我不太好，无缝衔接，爱玩，我对他不错。去年11月份加回我，一直约我见面，隔几天我都不搭理他，一直到今年3月我才见他一次，然后天天联系我。1个月后发生不愉快，我给他删了以后，然后中间。好的，就是联系1个月以后呢，中间就是发生不愉快，就没有再见面。8月份天天开始联系我，就是像打了鸡血一样，然后他说对我的工作很满意，说我像他妈妈一样单纯善良，觉得对我知根知底，想发展婚恋，他着急结婚，然后不管多晚呢都要见我，打视频、电话、查岗之类的，然后见到我就受不了，忍不住想发生亲密关系，我都拒绝了，然后后来用其他办法解决，但是没有最后一步，去他家住过一次，没有最后一步。他说我死命保护自己，说我不喜欢他，转过不到2米，我觉得他我觉得他想低成本持有我，因为对方想发生亲密关系，我才要礼物，想要亲密，然后我说想看到诚意和宠爱，然后他吵架跟我说我明码标价，说花钱找呢，为什么不找00后？然后冷淡几天他又来找我，在这期间就是我从来不主动找他，他找我就笑脸盈盈，然后因为这事情吵了几次架，然后几个月都是对方找我，然后11月初呢，我去他家找他，因为我感觉他有点放弃的感觉，然后呢，他想发生，我又给拒绝了。他说我看出来我是报复他几年前的，说跟我做朋友吧。然后我后来有点想愿意了，他又和我发脾气说他不愿意了，跟我说哭了。然后我离开他家，他主动抱我说考虑一下，马上结束了。11月份期间，然后他主动找我几次，然后他说考虑的期间，然后又查岗，然后问我为什么消失了，给我打电话。然后这期间都没有找他，12月初我找他，他说我不在乎，他说我跟别人谈恋爱受处了才找他，说和我做朋友吧，不见面了，然后抱怨和我见面的时候身体很难受，都垮了，然后我就问他心里还有没有我。然后他说基本没了，我就给他删了。当天晚上加我2次地球号，我没有通过。第2天某平台发响视频，我没有搭理。第3天，然后发短信我数落他，然后他让我求他给他加回来，我没理。第4天早上我给他拉黑了，然后他晚上给我发短信，我又没理。然后就是过了几天，就是在前几天，我给他发了一个句号，他不回我，晚上平台给我取关了。说完了，谢谢，抱歉。说完了。你这男的咋了？有啥问题？就是我想问的就是说，就是我现在就是我想跟他就是在一块儿，人家不同意了，然后就是我给他删了，他跟我说做朋友，然后我给他删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关系发展婚恋 OK 需要挽回吗？婚个毛的恋呐！你是婚头吧？婚恋，神经不正常吗你？这男的就是宁可跟你2个人搞情绪拉扯，玩琼瑶剧，也分批不出，主打陪伴，你看不出来呀？看出来了。他不就结了吗？你走什么婚恋？毛病吧？他净搞些没成本的事儿，就喜欢搞些没成本的事儿，拉拉扯扯，金子啰嗦的。低成本持有我，对吧？对呀，无成本，他不是低成本，是无成本。好，明白了。愣愣的女的太多了吧？可能。然后那就是他地球号我还用拉回来吗？就是拉回来干什么呢？拉回来干什么呀？哦，明白了。好，那我懂了，我完全不用再问了。那我问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您看根据我的基本的条件，然后呢就是追我的这个都是和这个条件差不多的，然后呢就是前3年其实追我的和这个条件差不多，一上来就花20个，但现在呢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年龄大了，所以他们可能就花几万块钱，但是我也很少主动。那走婚恋我应该怎么和他们相处呢？你多大？我31了，但我长得不像31岁，然后我工作是主持人，就工作有点小光环吧。你现在有资产吗？平常什么配置？平常就是我的家里就是普通，然后呢资产呢就是100吧。车呢？车没有，对，因为是在超一线没有买。对，你没有买车，你平常你年收入多少？年收入30到40，然后但是我的工作就是
大家都知道的那种，然后收入不是很高，然后就是我要是好好坐班呢，就可能会多一点，但是我不坐班可能就是少，这个就根据自己。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你现在呢比较危险，因为你的属于美女下桥的这一卦，知道吧？就从小到大呢，被追你的人很多，但是呢，你错过了自己的黄金择偶期，但是你自己的资产配置没上来。对，错过了黄金择偶期，资产配置没上来，所以说啊，你现在呀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主诉求。我建议你不要去盯着那些看起来很有钱的单身男的，很有钱的单身的男的，最不会找你结婚，100%。那你的意思是说，即使就是那温水煮青蛙，比如说刚开始就在一块儿了，就花了几万块钱，我跟他在一块儿了，也不可能跟我在一块儿了以后再就是跟我结婚的是吗？我告诉你，能够跟你结婚的是什么呢？是比如说一年挣个几十万，而且他不太有圈子接触到美女的这一类的男的。如果他是本地有房的这一类，可能就是你目前能够走婚恋的天花板。婚恋我指的是婚恋啊，不能结婚的那是另外一说。不能结婚那是另外一说，走婚恋的，如果他是本地的，还能有个几十万的年薪，然后他还接触不到什么美女，那么这一卦你能走婚恋的天花板。因为要不然的话很简单，因为超一线但凡是年入100万往上的男的啊，他们都极其现实，极其的现实。这一类男孩子呢，大概率他都要找有一定的资产基础的女生。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资产，你还漂亮，而且你可能是达到美艳的那个级别的漂亮。这样的，像这种男的，他们会觉得找你们性价比很低。我打断一下，旭旭，抱歉，但是我现在怎么办呀？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傲娇还有圈层的问题，就是我接触的都是这样的条件的，然后那样你说的那样的条件的男孩子，他们也不找我，我也就是接触不到，现在就我很尴尬，怎么办？然后但是就是追我这些男孩子吧，都也很主动，也没有说建议我的条件，也是说想跟我好好谈恋爱，可是呢就是不会付出很多，那我能不能？你听我讲啊，别说话，你听我说，你一定要改变你的意识，首先是自我评估，你始终把自己端在一个超级美女的位置上面，在你这个状态，你现在如果说还不迅速的抓住你身边这些人啊，你还端着，还摆那个美女的姿态跟架子的话，你就彻底的就把这个时间就错过去了。现在如果你身边还有单身的比较条件不错的人追你的，迅速拿下。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怎么迅速拿下呢？人家送给你，只要有了表示，你就可以往下走了。就是几万块钱的也可以，就是几万块钱不少了，大姐。但是那个几万块钱为什么就不 OK 呢？那个人几万块钱，就是那个人是个花孔雀，那个人。哦，就是他太着急了，他觉得之前都有发生过了，为什么现在就不能？你觉得他不靠谱？那个人是个花孔雀啊，大姐。不是的，你要找靠谱的男的，知道吧？那个男的是不是长得还可以啊？对，就是7.5分。因为你太上头了，我就判断他长得可以，知道吗？你不能够看这种长得可以，然后又有光环，好像还挺有钱的这种男的，不行。放心吧，我就 pass 了，听你的，我就是这种男的，他们到时候就要找家境条件非常好的，知道吗？你不要把你的眼光放这儿，你要找这种就是老实点的，就是说他对你看着还蛮真诚，然后呢被你能够稍微的，就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你能带点节奏，这个男的他会有一种感恩之心跟你在一块的那一卦，不要搞情绪的这一卦。就是你的意思，这些男生一上来就跟我说他想找过日子的，然后他着急结婚了这种的，我就可以快一点。对的。然后他又不着急发生亲密关系，就很尊重我的这种，是吧？对的，是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曲曲，谢谢，谢谢。
我跟你们讲啊，是个男的，他们的基因里头、骨子里头都想找漂亮的女孩，对不对？尤其是会赚钱的，他肯定是一定要找漂亮的，对吧？那没有哪个男的说他真的是心甘情愿的愿意找不漂亮的，但是呢，这个男的呢，他想找漂亮的，但是那些漂亮的女孩呢，太年轻的时候吧，这些男的呢追她追不住，因为太年轻的时候，这些女孩选择太多了，知道吗？但是这些女孩如果年纪往上走一些呢，她们的那个惯性啊，就是性格惯性，给她推到30几岁之后啊，又让她没有办法收，让她能够柔和下来，哎，姿态低下来。这些女孩子过了30岁，姿态又不能低下来，经济水平又没有上去的时候呢，这些男的在看她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些女的相处起来啊，性价比很低，明白吗？所以说，女生到了30这个卡点的时候啊，一定要把你们所有的这种重心放在对自己性格的审视上面，对自己性格的打磨。你说30多岁女孩子说人家送几万块钱的礼物啊，那送几万块钱的礼物也可以吗？这话一说出来，你说你接不接地气？是不是都不接地气？你还想着是几年前人家一上来追我就能夸到20万30万那么砍，你也知道那是几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你25，现在你31，对不对？你这个一开口就是不接地气。你说那些男的他会觉得我给你一个30多岁的女孩子送了几万块钱的东西，你还觉得我没诚意？我没诚意，我不能去找个20的。刚刚那个男的说的一点没错，他把他真心话都这些大白话都给说出来了，对吧？你说我31，但是我长得不像31，我长得像25的。那男的说我能不能直接找个25？为什么我要找个长得像25的？我能不能直接找个25的？反正我得花几十万，我在你这花几十万，我能不能直接现在去找一个那个叫什么上戏的？我找个上戏的行不行？没有25，找个上戏的20的22的，对吧？20万30万，我找他行不行？能不能行？搞不搞得定？一样搞得定啊，大姐，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任何时候是综合评估我们自己在市场里面的水平。我每次这种切片一切出去，因为切片它只能切一段，它又不能把所有的都切下来，切下来太长了。每一次啊，别人就说什么，哎，我说什么，我引发大龄女性的焦虑。我说我都引发大龄女性焦虑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真的为大龄女性说话了。我是告诉大家呀，你一定要知道你在一个人生的什么阶段，对不对？我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综合的一个状态，才会有核心竞争力，对吗？我不能说我30几岁的人，我还拿着一个20几岁的那个认知在认知这个事儿。实际上你们想一想，你从20几岁到30几岁，你是不是只有年龄长了？什么都没长，就年龄长了。你说你再漂亮，你也没有你20几岁的时候漂亮了。你的容貌是下跌的呀，你的收入也就这样啊，没有突破呀，对不对？年入100万是个坎，你没有突破这个坎，知道吗？你就在下面这一卦，然后呢，没有车，没有房，你说你在那个超一线有没有看相？你光就一张脸，然后你还抱着那个小时候的那个傲娇劲儿，那怎么搞呢？对不对？那就别择偶，只要你不谈择偶，一切皆是正确，对不对？只要我跟你们讲啊，这个世界上是这样的，只要你不择偶，只要你不结婚，你说我想怎么过怎么过，我一年10万有10万的活法，一年30万有30万的活法，一年100万有100万的活法，我眼珠子长在脑门上，没人管我，对不对？我就傲娇，我就不搭理你，我就你不送几十万礼物，我他妈就看不上你，没毛病，一点毛病没有。只要你不跟我说你要结婚，你怎么搞都可以，对不对？你是一个自由的灵魂，你想要怎么飞怎么飞，是吧？但是你只要谈结婚，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
而是择偶市场的价值评估标准。它是有一套体系在这个地方的，不是按你的想法为转移的，对吗？所以早一点认知这个东西，我们就早一点把自己的条件啊，方方面面的盘一盘、理一理，哎，看一看。现在我身边能接触到的，哎，最靠谱的是谁？在靠谱的人里头，选那个愿意付出的就好了，对吧？来，大家右下角的这个微信二维码扫一扫啊，右下角微信二维码扫一扫。扫了以后就不会走丢我们的直播间了。然后呢，我们每周是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大家想要了解我们团队的任何的付费服务，直接点开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付费服务了。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下播之前啊，会留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大概2点到2点半，我们会给大家介绍我们月底的哼哈跨年的活动专场的这个项目介绍，好吗？下一个谁？小海盗。喂 ，Hello， 你好。，Hello，哎，你好。听见哈？你说。哎，你好，谢谢。对，我基本盘介绍一下，我今年40岁，然后离异单身，在一个强2线城市，男方呢大我20几岁，资产过亿，他就是之前你怎么有点空旷啊？声音？你是戴耳机了吗？还是连蓝牙了吗？没有啊，没有啊，我会吗？好，接着说吧。男方呢，他是因为这个文稿没写好哈，我再来说一遍。反正大概就是他认识我有17年那么久了。然后呢，他之前呢，他想追我，没跟他在一起。然后在婚前呢，我们有短暂的接触过啊。我在开店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然后他帮了我一下，我觉得我用我的方式偿还给他了哈。然后后来我就相亲结婚去了。然后呢，后来呢，我结婚之后呢，大概就是婆媳不和吧，处得不好。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希望我扯这个快乐证跟他在一起。后来呢，他答应给我置办一套那个房产。我扯证之后呢，他只给了我一个首付，大概100多吧。后来呢，他一直跟我说他其实在法律上是单身的，但是后来我住在他家，我知道原来他是有这个法定的那个妻子，还有儿女，这些都有哈。然后呢，他有一个跟了他30多年，快40年的这么一个女嘉宾，另外还有一个跟了他20多年，将近20年的女嘉宾。然后呢，他们都给他们都置办了全款的房产，老家还有别墅。但是他这个人控制欲很强。那我跟他在一起的期间呢，他不允许我出去工作，还经常查岗啊，也不许我随便出门。然后呢，他稍有不满意呢，他就会切断我的那个生活费。最长的一次呢，就是9个月没有给我打生活费。所以呢，9个月没打生活费，你还没找着下家？对，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气死了。9个月不打生活费，你生活是咋过下去的？也没找个人续费。他不是，就是之前他不是按月给生活费的，他是那种就是几个月给一次，但是会给个10啊、20啊、30啊，类似这种。对，然后呢，后来呢，我就从他的城市搬离了，回到自己的城市。我觉得自己年龄大了，我就想要一个自己的球哈。后来呢，他知道这件事情，他就哭哭啼啼的跟我说他不能没有我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以为我伤害他了，然后呢，我那个球没多久就没了。对，
可能也跟自己年龄也有关系哈。后来呢，他又拿这个车子跟手表这些来跟我求复合，想要跟他继续。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之前让我这个扯快乐证的时候答应过我的这个东西，房子没有兑现哈，所以我就跟他就是中间拉拉扯扯，大概就扯了1、2年吧，这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后来呢，我就去学习炒股票了，大概，然后他就给我画了个大饼，大概就是他说他有一个几百个 W 的一个账户吧，想让我帮他操作。于是乎呢，我就不小心我把自己的户头给亏了个几十，然后我的心态就有点崩了，他就跟我复合，我就又回头了，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你都有啥？不是你今天有啥问题要问我的？你左一个自己的问题，右一个自己的问题，你到底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完了，我没说好，对不起。我想说的就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跟他复合之后，他答应1个月给我这个4个 W 的这个生活费，可是呢，他没，就是付出了几个月之后，就后来又开始在经济上卡我的脖子，就又把我拉黑了，对，然后呢，可问题就是在这期间呢，我把之前的那个首付，我是不是少说了一段？不好意思，我太混乱了。没时间了，你赶紧的啊，抓紧时间。就是对，因为他之前拉黑我的那一次呢，我把那个100多的那个首付的那个房子卖掉了，结果这次跟我复合呢，我又把之前那个首付付进去，结果他又拉黑我了，现在就导致我现在这个房子就是没有办法公贷，然后呢要跟地产商那个毁约，地产商就说要扣我的首付款，然后呢后来我就找那个男人的儿女啊，还有他的老板，然后呢他的儿女是不敢干涉他的，他的老板找他老板陈述你的问题，我没有时间回答你问题了，你快速陈述你的问题。就是说我去找他的老板，然后他老板说不管这件事情，之后他的老板大概就是过了第2天，他那边呢就派了一个人过来跟我谈这件事情，让我去外地一个城市，我没有去。你到底问的是关于谁的问题啊？你今天是我稿子没有写好吗？对不起。你问的是关于谁的问题啊？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是不是要阐述这件事情的过程？然后我刚才我想说的就是我现在的处境，我要跟他去，就是想要他给我一些补偿吧，可以这么直接说，就这个意思。但是现在呢，现在对方就是不愿意给，那我找了他的老板，找了他的家里人没有用。现在就是我的不愿意给，是吗？你这个男的不愿意给，是吗？你这个男朋友？对，是他。对呀，你这个男朋友不愿意给，你找他的老板，他还有老板，他是个打工的。他是一家连锁企业的股东吧，那他有股东，那个股东是股份比他多嘛，所以就是他老板嘛。找他老板有啥用？你跟这个男的现在关系已经闹掰了吗？对，已经闹掰了，因为他第2次又拉黑我了嘛。可是我把之前的那个首付付了房子里面去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又没办法月供，然后那钱又退不回来，所以我要找他帮我解决这件事情，那他就不愿意面对。我找他老板，让他老板帮我劝劝他，他老板我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扣了那个20%，你剩下那个80%是不是还到你这儿？不是80%，我首付只付了30%，如果要扣20%，就是只剩下10%了。我这样说理解吗？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你应该去找找关系，找什么管这个事儿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的关系，知道吧？让人家想办法把这个钱都退给你，不是说你现在找这个男的让他去把这个钱补给你，他现在目前是不会给钱你的。你看看有没有当地的，因为你说什么首付款直接给你扣进去，这个是不合理的。
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可以找找律师或者干嘛，跟你打打官司都可以，把这个首付款退回来。我都找过了，我也找了市政府那边房管局的人给我打电话，说得很清楚，就是目前这种事情比较多，所以他们管不了，而且有合同在那边。从法律上我也问了律师，律师说的很直白，就是说，这种事情基本上就是可能地产商是可以通过法律条例可以控制。这样的，你要找关系，知道吗？你有没有社会关系？你一点社会关系都没有，是吧？我这将近10年来，我都在家里面待着，很少出门，就是跟社会基本属于脱节的状态，这个也是事实。那我跟你说啊，那你呢也就别挺着了，求那个男的，姿态要软，姿态要低。你不行，你有娃对不对？你跟他有个娃对吗？我没有娃，我刚才是不是没有说清楚？前面可能说的有点混乱。我跟他没有娃，他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他拿房子忽悠我离婚，离了婚之后呢，你现在说这些没有意义。我跟你讲啊，你反复在讲的是他承诺给你的东西，他承诺给你的东西他不会兑现，就是这么简单。承诺是个屁，他所有的承诺，他用那个承诺让你做什么了都不重要，因为他的承诺是空口承诺，口说无凭。而且这个男的是个常年的多偶男，多偶男没有他任何一房的女的能掐得住他，管得住他，所以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挟持他。你所谓的什么他的领导，他的这个他的那个，很简单，他连他的围城关系的人都管不住他，这些人更管不住他。如果你求他这个钱求不过来，那么这个钱就是打水漂了。你看你能不能找人给你贷一下，或者找个地方给你贷一下款，或者干嘛的，那你只能想别的渠道了。OK， 我知道了。好，拜拜。不是，很多人是这样的，他们就是有一个什么逻辑，就是你们总觉得这个男的给我承诺了1、2、3、4、5啊，然后呢，当初因为他的承诺，我离开了我的家庭，因为他的承诺，我扯了快乐证，是吧？你们如果一直反复的沉浸在这样一个思考模型里，你的人生是不会成长的。有些亏啊，要硬吃。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这个钱拿不回来了，你就只当是被人骗了，真的，你就只当是这个钱被人骗了，知道吗？因为有些亏要硬吃。如果你们没有相应的社会关系能够帮你处理这个事儿，那这个事情它大概率它就是硬吃亏。你觉得这个男的承诺给你了什么东西就应该怎么样？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我告诉你，哪怕他当初给你写了条子，说，我帮你付这个房子，我告诉你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这个男的是为内，对不对？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嘛？你想想看，何况没有条子。你既然相信了他，他只会觉得什么？我能忽悠得到你是我的本事，对不对？我是不是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那个翟山鹰，是吧？我是不是跟你们讲那个翟山鹰，对吧？骗了多少个亿跑了？他是专门反诈的，对吧？他在网上专门给别人讲，做金融的都是骗子啊！我是反诈大使，他天天上反诈大使。对吧？所有的人听了，翟大师啊，我们听你的反诈，然后最后他把所有的人骗了，跑到国外去了。他到国外去以后，他录个视频，他说：“我跟你们说了，搞金融的都是骗子。”他说：“这就是我给你们上的结业的一课啊，对吧？为什么我跟你们说了，搞金融都是骗子，你们不相信呢？这就是我给你们上的结业的一课啊。反正这个钱你们不给我骗，也会给别人骗，就是这你们懂吗？所以说，真的有些亏确实就是要硬吃的。这个男的他能忽悠得到你，他不会觉得愧疚，他不会觉得内疚。你现在说这么多七的八的七的什么啊？他答应我这个了，他答应我那个了，然后害得我婚也离了，害得我把房子也抵了，害得我这，害得我那，最后我把他没办法，我找他领导，他领导也不管他，我跟你讲，这个男的心里的独白是什么？我不忽悠你，也会有别人忽悠你。
对不对？你不被我忽悠，因为你也会被别人忽悠，因为你蠢。他会这么想问题，你能激发他什么？你能激发他的怜悯，激发他的同情吗？对吧？没有。如果不能意识到这是自己的选择，是自己贪，对吧？当初贪图了这个男的的钱，贪图了这个男的的承诺。如果你不能意识到是自己的贪，那么就算这个亏你硬吃了，下一次你还得再吃，对吧？什么时候能意识到我是因为贪婪，所以说做错了选择，那么你才有修正自我的空间。她为什么会？其实这个女生她讲话，她为什么会这么大情绪？其实她是自己气自己，你知道吗？她里面其实重复了3次说这是我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这是我的。她其实反复的，她是在很生气，她是气在为什么？哎呀，我信了他这个，我信了他那个，我信了他那个。但是这些事情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还有一点啊，我跟你们讲，就是如果你已经没有退路了，那么你就跪下来。今天我把这句话啊，我跟大家讲这句话，非常的赤裸，非常的扎心，但是这个很有可能是在你们面临绝境的时候的唯一退路。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你一定要跪下来走，知道吗？有时候啊，你们为什么会把自己逼到这个绝路上面去？是因为能力不够，欲望很大，对不对？是不是能力不够，欲望很大？你想想啊，这个男的、这个女的、那个女的、那个女的、这个女的，他一直都是多偶。为什么别人他可以给别人全款买房，这个那个，为什么到了你这儿，一点点钱就卡住不动？为什么中间可以9个月断生活费？为什么呢？因为你摆不清自己的位置，对不对？你是一个手心向上的人，你是一个有婚史的40岁的，跟这个男的没娃的，还要手心向上的这么一个人物画像，对吧？你在我这儿，你跟我谈什么啊？你要尊重，你要话语权，你要我怎么对你好，你要跟我谈价，凭什么？你拿什么跟我谈？你有什么东西拿出来跟我谈？对不对？这个人他本来就是个皇帝男，他本来就是一个擅长用经济制裁去控制一个人的人，对吧？你为什么不顺毛摸？你是怎么把这个关系处到这儿的？说白了还不是看不清自己的位置。你该跪不跪，你站得比谁都挺，那你就站着吧，你的钱你自己搞定吧，对吧？你别说我忽悠你，我忽悠你那是因为我有本事，那是因为你蠢。但是我忽悠你了，你现在一点筹码都没有了，你还不跪，对吧？想一想你们在职场里边，领导会不会这样？会不会？我跟你们讲啊，我上学的时候啊，因为我原来是我一直以来都是艺术生，知道吧？我原来不是跟大家讲，我在我的那个这个书里头是吧？我在这个书里头给大家讲过，我原来上我们那边最好的高中，华师一附中。我说我是怎么上的？我是我们唯一一个声乐特长生进去的。所以呢，其实我是学校的一块招牌。为什么呢？因为学校只要有任何的文艺汇演，领导要过来啊检查或者干嘛，肯定我要冲的，对不对？我要冲到第一个呀，表演节目啊，给学校增光，对吧？但是呢，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傲气的一个人，其实我到今天为止，我骨子里头都是这样，你们应该能看得出来，是吧？上一次我一个人对战那么多大 V 的时候，你们应该看得出来，其实我骨子里头我是个很傲气的人，我但凡是你没把我逼死，我都是要把头昂着的那一挂。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
有一段时间啊，等于说我就发现好像有点不对了，因为我就发现学校的好多节目干嘛他不让我上了。虽然我是学校最厉害的赌场，但是他可以不上赌场，他不上赌场，知道吧？他搞别的，跳舞啊，合唱啊，话剧啊，对不对？京剧啊，我随便，反正我不要你这个赌场节目。然后我那段时间呢，我就感觉我自己活在一个真空地带。班上首先同学，你们知道，同学一直都是那个，就是以前前2年的时候，一直都是孤立我的，然后呢，学校老师嘛，反正班主任干嘛的，每天看你奇装异服，看你也有点不爽，看你多少有点不爽啊。然后那个时候上节目谁定呢？都是学校的声乐老师定，就学校的那个音乐老师啊，音乐课的老师，对吧？有那个音乐系的，就不是叫音乐系吧？那高中的时候叫什么呢？反正音乐老师也有一个头嘛，音乐老师也有一个头，对不对？不止一个音乐老师，几个音乐老师也有个头嘛。音乐老师呢就不上你的节目，然后呢班主任也不挺你，同学也讨厌你。后来我就很不服啊，有一段时间就很不服，但是我就发现我要跟老师说话，老师是不跟我说话的。我想我刚刚要拢过去，老师就走了，你知道吗？我刚刚要想开口，老师直接就走了，他根本就不搭理你。后来啊，有一次，我当时就是自己反复的给自己做思想工作，我说这不能这么搞啊，对吧？长期不上节目，对不对？你这个已经没存在感了呀，是不是？不能这么搞，怎么办呢？我说那我只能去找一找，就是趁没有人的时候嘛，对不对？去把我们那个就是音乐的那个教研组组长吧，把他堵住。后来我就去找他了，他刚开始呢，我还有点拽着，然后呢，教研组组长说你找我干什么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就觉得最近为什么都没有我的节目啊？后来他直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觉得地球没了你转不了了是吗？我们当时这教研组组长就这么一句话。我上高中的时候啊，他说你是觉得地球没了你就转不了了是吗？他就看着我，然后我那一刻啊，我突然就觉得就是自尊心很受挫，明白吧？自尊心很受挫，因为我一直真的就像一个高傲的孔雀那样的。后来我就马上我开始调整呼吸呀，然后后来我就沉浸了半天。后来我真的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说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跟我说。于是我向您道歉。我真的就是这样，我当时就赶紧的，我那个姿态就下来了，然后老师就好了，他就好了，你知道吗？其实我也没干嘛，我就是说了一个，我说我如果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我说我向你道歉，但是我还是很想上节目的。我说我知道，就是没有我，其实大家还是一样的，该上什么可以上什么，但是呢，我很想上节目，我很希望能够让别人看见我，真的就换姿态呀，低下来呀。然后那个教研组组长很快就好了，他说那行啊，他说你回去自己想一想，他就让我走了嘛。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们知道，你本来呢是个有价值的人，对不对？但是你不能恃才为傲，你恃才为傲，站在高维的那个人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打压你的，那你能怎么办呢？是的，你是有才华，学校呢说实在的，他需不需要你吧？他也需要，但是他有那么需要吗？没有你这学校能垮吗？没有你学校华西附中不是华西附中啦，不是全省最牛逼的高中啦，他一样还是全省最牛逼。他全省最牛逼从来跟你这个人没关系，你是给他增光添彩的，对不对？你就像他这个刚刚连麦这个女生是一样的呀，可能这男的吧，他也觉得哎
觉得之前还觉得你有点价值，有点喜欢你，但是呢，别人都很顺，就你天天是个刺头，你天天觉得自己了不得是吧？我已经好几次了，我已经在精致踩你了，你一点都没有要软下来的意思，你还是不停的在跟我往上面刚，那他就要让你知道谁是大小王，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你们讲，走投无路的时候，该跪就跪，真的，这个就是真正的是人间正道，因为你还没有强大到那个份上，对吧？我告诉你们，包括这一次，你们刚刚说董宇辉是吧？这次谁在跪呀？这段你们就别给我录出去了，别录啊，这个不能录，好吧？就是在内部会议就内部听，好吧？别录了。这次是谁在跪呀？你们告诉我是谁在跪呀？谁在跪呀？俞敏洪在跪呀？你们有没有看到谁在跪呀？俞敏洪在跪呀？为什么？因为没有董宇辉，就真的没有东方甄选了，对不对？华师一附中没有了我乐传曲，它依然是华师一附中。但是东方甄选现在没有了董宇辉，就没有东方甄选，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以为他愿意吗？我告诉你，你觉得老于他这个时候他气儿顺吗？他气儿不顺的。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只在内部直播说啊，就不要把我这段录出去了，这个只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好吧？不代表他们没有人跟我通气啊，也没有人跟我交流，好吧？很简单，这个老孙也好，这个小董也好，他们不过都是新东方下面的一个兵，我说的对不对？都是下面的一个兵。老于是这个企业的老板，我试问一下，有哪个老板，有哪个皇帝，有哪个将军愿意被底下的一个兵牵制的？有没有？你别说你这个兵是的，你这个兵给我这个集团带来了很大的成绩，很大的荣耀，但是我愿不愿意被你所挟持？这是一个概念。你为我带来价值，我喜欢你，对吧？你为我创造效益，我可以捧你，我可以支持你。但是当这个事件变成了所有的人叫做挟天子而令诸侯，我爽不爽？全天下的人都跟我说没有了董宇辉，你就没有你这个什么东方甄选的时候，我爽不爽？我高不高兴？这是不是你为不为我创造价值的问题了，也不是老孙跟老董谁对谁错的问题了，明白吗？老孙跟老董他们本来就是我这个版图下面互相制约、互相抗衡的东西。说白了，谁管理谁也好，对吧？谁支持谁也好，或者说谁要拉帮结派也好，本质上来说都是为我这个集团创造效益的。你们的存在，它本来就是一张网，对不对？大家都是这个网上面的一个支点，彼此之间它就是一个互相协同的一个关系。其实谁赢谁输于我老于而言，我 care 这个事情吗？我在乎吗？我不在乎的呀。只要我这个集团欣欣向荣，对不对？蓬勃发展，大家每个人赚钱，我该赚名赚名，该赚钱赚钱，我在乎这个事儿吗？其实我不在乎。什么时候我在乎了？所有的民众开始挟持我了，我肯定要在乎了呀，对吧？原来我可能很喜欢，这我都喜欢，老孙我也喜欢，小董我也喜欢，对不对？都是能够为我带来价值的人。只要大家都还在这儿安安分分的，哎，你们斗一斗也好，争一争也好，抢一抢也好，拼一拼，其实于我而言我无所谓的。但是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说没有，全世界人都董宇辉你可以出去单干，董宇辉你粉丝2000万，哎，你估值多少个亿，全世界的大 V 都蹦出来说没有董宇辉就没有我们东方甄选，全世界的人都这么聊，你说我老于怎么办？我爽吗？当我知道有一个人他已经在我的整个
盘子上面他已经动摇了我的这个盘子，明白吗？这个人一撤，可能我这个盘子就散摊子的时候，你说我爽吗？但是他怎么办？他有什么办法？他没有办法，他怎么办？他只能归了，对不对？他为什么要拉着这个董宇辉上来做直播啊？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不就是在服软吗？说白了，他就服软，他在给全国人民服软，是不是给全国人民服软？对吧？就这个概念。你说任何一个人到这个境地的时候，他爽不爽？没有办法，这就是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任何时候，如果你们还没有到达这种别人没了你这个盘子就要散摊子的地步，那么该跪还得跪，是吧？什么时候没了你这个盘子要散摊子了，老板就得给你跪，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不是？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所谓的公平与不公平，对吧？来，我们把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大家弹出来的这个二维码扫一下啊。右下角的二维码扫一扫，大家扫一扫二维码，不会走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现在后面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只会做这种私域的内部直播，我们不会在公开大平台直播，好吗？大家如果怕错过直播找不到直播间的宝宝，一定要把这个二维码扫起来，然后下角的这个小黄车点开，能够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付费服务。大家如果下单了付费服务的宝宝，直接去找这个二维码的客服啊，跟他说你下单了，然后让他来帮你们开启服务就可以了。今天我们4个小时直播之后呢，会给大家延长半个小时的时间，来给你们介绍月底的这个跨年的哼哈跨年活动专场啊。来下一个，我反正私域直播我回头你们要是把我不想公开的内容给我转出去了，我就举报。我反正这个上面有水印。谁要是把我不想转出去的内容给我转出去了，我就给你举报。Lily 没连我 ，Lenny 没连我，野生小米粥，有。啊，水印没啦？没水印啊？我刚调整了一下，它待会儿就好。Hello， 你好。哎，你说。哦。好，下一个。懂的最优做法，他现在就是最优做法，不说话就是最优做法。董宇辉已经发挥到极致了，他就是最优解。我没有那么更高的智慧，给他一个更优解了，他现在就是最优解。他是一直很被动的一个状态，是吧？但是人家说实话，就是实力呀，实力出挑了呀，对不对？没办法呀。而且我说这个话，估计他妈发出去要被骂死。我觉得啊，董宇辉他就是流量密码，为什么呢？他是阳春白雪加下里巴人的合体，真的，阳春白雪加下里巴人的合体，他不火谁火？是不是的？是不是他不火谁火？
没连我，野生小米粥还没连我，还有别人吗？喂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说，哦，就是可以直接在上面连吗？可以，你就是说吧，哦，就是这个没有头像吗？没有。你好，曲曲老师，我非常喜欢你。然后，我现在的一个就是诉求就是男嘉宾对我几句的降温，然后我现在想挽回他，然后我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吧。然后，不好意思，曲曲，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公开的吗？你在说啥？连麦当然是公开的呀。好，就是我和不好意思，我可以过一会儿上一点吗？我等一下稿件。你直接去1v1好不好？不方便说就去1v1啊。我们连麦都是公开的，现在已经看不到你头像了，已经是很极致了。好，那我现在说一下。然后我和大嘉宾在一起，就是快1年了，就10个月，10个月吧。然后相差14、15岁的样子。然后在一起的话，为我将近付出400-500个。然后他是扯了快乐证，然后且有男宝和女宝。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原厂，然后我是在上学的时候是平面，然后颜值大概7分吧。然后前期的时候，男嘉宾就属于非常迁就我，就是会经常问我是不是永远是他的，然后就照顾我们一个小情绪嘛，然后自我提升啥的。然后越到后面感情就越下滑，然后到现在的话，他就有点后退的倾向。在交往期间呢，发生一些情感矛盾，然后就没有解决好嘛。然后到现在就是对我比较冷漠，但见面的时候有时候感觉他是很喜欢我，但有时候又感觉不到。然后我们之间存在问题的导火索是因为他多次跟我约见面吃饭的话，但是因为我考试忙忘了，然后就安排了课程。但是说我上课了之后就会去找他，他就很冷漠，就说不用让我先忙，就说我自己的事情很重要，就我是以我为中心嘛。然后在此期间提过两三次，觉得我们不太合适，缺少共鸣，然后说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没有共同的经历一些事儿。然后其次就是之前发生感情问题的时候，没有沟通解决问题，然后发现每次感觉都是无效沟通，然后我没有得到他的点，所以他后面也不怎么跟我沟通了。然后在近2个月就提出了不合适之类的话。然后我找了一下我们感情走到现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聊天记录发完了嘛，就发现他每次跟我之前表达情绪或者比较累，分享什么事儿的时候，我都没有接住他的情绪。然后他跟我说什么事儿的时候，我也可能会忘记，然后逐渐导致他对我比较失望，然后跟我沟通比较累。然后刚开始我特别容易在他面前情绪失控，然后容易哭。刚开始会安慰我，但后面就见怪不怪了。然后我现在的行为路径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没有提感情，然后怎么舒适的话就是怎么来。但他对我就是比较冷漠嘛，然后对他还是比较热情。然后最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带我跟他弟一起泡温泉，然后最后离开的时候耽误了一会儿，他们等了我20多分钟，就是感觉有点不耐烦，说我做事情太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了，就是每一次出来都感觉好差。然后就是我感觉我现在跟他相处的话有点如履薄冰的感觉，我现在什么事情都是以他为前提嘛，就是比较卑微的去挽回这个关系，想弥补我之前对他的那种感情漠视。然后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男嘉宾是不是是真的想跟我分手了，还是想就是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改正一下，就不知道他的现在想法是什么。他就是想跟你掰，有点不好意思，是这个想法。想跟你掰，但是呢，基于你是原厂跟他在一块的呢，他又觉得有点于心不忍，又觉得好像有点不是东西，就这么把你甩了，有点不好意思，就这么个状态。就是他现在已经对我没有感情了。本来也没有感情，说白了，人处的是什么？处的是一个消费体，对吧？
他之所以要找一个比自己小这么多的，然后花这么多的钱，他是在干嘛呢？他是希望有一个年轻漂亮还懂服务的女孩围着他，对吧？他是要这个东西，你做不到嘛，因为你的本身认知就不够，你没有这样的社会经历，没有这种积累，然后呢，你不是那种非常聪明，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的那种女孩，你不是那一挂，所以你的成长速度呢又不够。那就是如果我现在的话，要不要就是好好找个机会跟他聊聊，还是等关系缓和之后再及时沟通啊？就是跟他提，如果每个月他给我米的话，让他觉得不舒适，就不要给我了，我就不要了，就表达我的真心。有毛病啊，有毛病啊！你觉得这个男的他是想省钱吗？你通过聊这种东西，你们聊都聊不到对方的需求上，对方从来就没有一个需求叫省钱。他是愿意花大价钱享受极致服务，而不是省钱去买个破烂货，这不是人家的需求啊。就是如果就是我现在如果想挽回他的话，就是我现在的行为路径对吗？就是应该怎么做呀？我建议你去 EV 吧，我建议你去 EV 吧，好不好？你这个认知上有点薄弱，而且确确实实是聊不出来啥东西，知道吧？一听你说话呢，就是因为本身年纪就小，你多大呀？我24。你没有什么底蕴，就是说听你说话干嘛的，确确实实是聊不出来什么东西的，让你去硬聊也出不来东西。我说你可以去EV试一下。不好意思，就是好像电话有点卡麦，就是就是意思是，如果我现在想挽回的话，就是男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啊？我让你去1v1试一下，什么心不心境的呢？人家就是想把你甩了的心境，没啥心境。好，谢谢。就是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之后感情升温了，就是怎么增加与他一起做的事儿，或者增加共鸣啊？你不是感情升温，你这个感情是升不了温的，知道吗？感情是升不了温的，只能说让别人觉得，哎，你的服务意识上来了，仅此而已。升温感情，你怎么做得到啊？你没有那种。说白了啊，你身上没有那个劲儿，就你说话的时候，你也不是那种很俏皮的、很精灵的、很活泼的，然后能逗得别人哈哈笑啊，或者让别人觉得哇靠，这个女孩好可爱、好好玩。就你身上没有这个劲儿，他很难有所谓的什么情感升温。你身上整个的体现出来的感觉就是呆，就是呆。清纯是清纯，但是这真的寡淡，知道吧？那你感情它是升不了什么温的。感情升温，它是需要这个人的生命力活灵活现那个状态。就是他经常跟我说，他是一个非常敏感且占有欲强和比较自我的人，然后做事也很认真、很靠谱、很有责任心嘛。就是他的一个人物画像是什么样？就是我应该怎么打中他的痛？就是打中人家痛点呢？我都说了，我建议你去1v1，好不好？我建议你去1v1啊，因为我比较想听您的意见。我的意见给不了你那么细，因为我们看不到你所有的聊天记录，你的阐述根本就不准确。你的阐述现在就是在你自己那个非常单纯的脑子里翻译出来的东西，不是这个爹爹脑子里翻译出来的东西。好，明白，就是就是现在男嘉宾就是想提分手，然后但是一直碍于是原唱，就一直对，他现在就这个状态，知道吧？已经是有点烦，有点嫌弃，但是呢又觉得是个原厂，又不好意思，就是这个状态。他后面会主动跟我提吗？会的。就是时间没有到。对的。好，谢谢曲曲老师。哎，你说你们这个说话呀，一开口
就很难让一个男的长期对你感兴趣，你们说是不是？你们能感受到这个能量啊，磁场啊，对不对？你们说，一个爹爹找一个20出头、原厂设置的女生，他图的是什么？他要什么？对不对？首先看需求，对吧？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自己感受不到自己的年纪，知道吗？就是这个爹爹啊，他因为跟你在一起而忘记了年龄，对不对？他觉得我好像重返青春了。他花这个钱是在干什么呢？花钱买青春呐，是不是？年轻有活力，你每天唯唯诺诺的，生怕说错了，生怕做错了，然后人家说，哎，来陪我玩，我要学习，我要考试，就你那个要死不活那个样，你说他能对你有什么新鲜感呢？不可能的，知道吧？不可能的。有的时候啊，你们就是因为这个男的，你觉得啊，我遇到不到这样的大佬，怎么这个那个，然后你就把别人看得很高很高，你在底下吧，就是那种啊谨小慎微的啊畏畏缩缩的，对吧？就寡然无味，是吧？你要把爹爹还能在你的眼里有这种感觉，他是个小孩儿。首先啊，自己要骗自己，知道吧？首先是自己给自己洗脑，哎，这哪是个爹爹呢？这不是个爹爹啊，这是个善财童子啊，是不是？是不是个善财童子？你一看到他，你就觉得好可爱，小老头儿，小老头儿好可爱，小老头儿，是不是？每天看着他，哎呀，就是阳光灿烂，对吧？说你怎么那么可爱呢？哎，你说你是怎么做到长了这么大了还是这么可爱的呢？是吧？你说你这几十年，你都活了个什么呢？岁月在你的灵魂上一点都没有留下痕迹，是吧？我觉得你比我大几十岁，怎么感觉比我还幼稚呢？啊，什么东西要你照顾的时候，你怎么说？宝宝，你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对吧？你是个小孩吗？什么东西都要我照顾，那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怎么办呢？袜子是不是不会穿了？这个天儿啊，他得这么聊，你首先得自己骗自己，对不对？你首先自己把自己脑子给洗完，你再看他，你不能，你眼里的他就是一个，哎呀，霸道总裁，是吧？你眼里给他就是哇塞，好有成就，好牛，好有认知。你在他面前一站，你就像个奴婢，那不行吗？那索然无味吗？是不是？你想想看，是不是个道理？这个男的花了那么多钱，他在你这里找不到一点青春的感觉，那你说他这个钱是不是打水也飘了？到底什么是服务？对吧？顺从就是服务吗？低姿态就是服务吗？不是这个样子的，是那个劲儿，哎，就是让他觉得，哎，有点意思，说这种感觉，哎，就对了。哎，怎么你这人说话没大没小？哎，没大没小就对了，就是没大没小，知道吧？他说你没大没小，你说对我大你小，是不是？嗯。来，右下角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啊，大家扫起来，大家扫一扫右下角的微信二维码，扫微信不会迷路，好吗？然后呢，右下角的这个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给大家提供的所有的付费服务，有我们的这个语音的咨询、文字的咨询，还有我们的闺蜜圈以及正版的金贵的关系啊。大家买了正版金贵关系，就可以去找这个二维码的客服，要进金贵的社群。每天我们的管理员都会在社群里边给大家去整理我们直播的10个经典案例总结。有曲搞不定的人吗？有啊，屌丝啊，
我可搞不定，我就搞不定，搞不定一点儿，搞不了一点儿。对于我来说，我那天还在跟我一个闺蜜说，我说在我过去的很多年的光阴里边吧，我把一件事玩的特别通畅。什么事呢？就是向上择偶。我说现在吧，我要开始修炼自己。她说修炼啥？我说我修炼自己向下择偶。我说渐渐搞向上了。我说在向上的关系里边，我特别懂，是吧？怎么提供情绪价值啊？哎，怎么隐忍呐？怎么做小伏低呀？对不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内心当中有所求嘛。我对这个人有1、2、3、4、5的所求的时候，我很多情绪化的东西我就能收得住。我说，可是现在吧，我觉得我要有一个新的修炼方向，就是向下走。我说我怎么能够找一个不如自己挣得多的人，还能对他有那样的耐心，对吧？我还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发作，还能够珍惜这个人，珍惜这个关系。我说这个是我现在需要重新修炼的课题。然后我闺蜜说：“你他妈是真牛，你是真牛啊！”我说：“那就对了呀，本来是这样的，对吧？”我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我现在的时间成本不一样了，对吧？”我说：“以前，你说我哄一个很有钱的男朋友，可能我一年我哄得很开心，把他哄得很开心，他一年能给我花几百万，是不是？一年给我花几百万。”我说现在，我要是还把这个时间放那儿，我说我这个时间就不能用来直播，不能用来赚钱了。你们看，我现在这个直播间一天的支出就是4000块，对吧？我就光这个直播间，我一年的支出150万了，对不对？我说我现在拿这个时间去哄大哥，我肯定是划不来的。我这个时间是要拿来创造效益的，是不是要拿来创造效益？我说我要把我的时间跟精力跟我的情绪价值节约出来，干嘛呢？创造更大的效益。对吧？我说那但是呢，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我去创造效益的时候，我这个情感状态不能是空着的呀，对吧？我不能我旁边没一男的，没有人谈恋爱，那我也难受。我此生4大爱好，吃喝睡睡，对不对？我说我此生4大爱好，吃喝睡睡，我这睡不能是吧？不解决问题，这不行。我说所以说我必须要有一个情感状态在这个地方，它能够让我更好的去服务我的客户，对吧？拿出更充沛的精力，更旺盛的精力去把我的事业做好，把我的客户服务好。所以我说我也不能天天搞的是吧？一下子挂空档了，一下子挂空档了。今天有个哥哥，明天有个弟弟，后天又不知道是谁，然后我还得花时间出去找，还得花时间出去琢磨。我说这也不行。我说所以说现在我得向下走。我说我向下走，我还得把这个人稳住，我还得尊重他，我还得体贴。我说我还得不生气，还得不撤退。我说这个不也是一种自我修炼吗？所以我闺蜜现在就对我竖起大拇指。来下一个。小美没有连我，Jane也没连我呀。吃喝睡睡，第一个睡是一个人睡吃喝睡睡的第一个睡是一个人睡。我跟别的富婆不一样，别的富婆天天还在想着向上择偶，我不。我要把精力跟时间都节约出来，创造更大的效益跟价值。我认为现在我在男人身上已经撬动不了这么大的价值了。谁？Lily 是刚刚是不是还有个Jane呢？爱种子也没有啊，你这3个人都没有啊？有个Jane吗？JANE 有吗？
没连上吗？连不上啊！我不是个多偶女啊，问题是我是个单偶女，我是个纯单偶，多偶不了一点儿，我会觉得耽误我的时间，我真的会觉得耽误我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男人能提供的功能性都是差不多的，真的，在我看来，我不是跟你说了，男人，我说每一个男人都是一朵绽放的玫瑰。是吧？红的、粉的、蓝的、紫的。Hello， 你好。你好。哎，你说。琪琪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你说。然后我是金贵的学员，然后1v1的学员，语音和那个文字的学员。啊。全部都弄了。好。然后我的话呢是35岁，身高1.68米。然后男嘉宾的话是大我12岁，然后是个小苹果，我们在一起5年，然后前5年的话呢，我就是个恋爱脑，在认识你之前我就是个恋爱脑，然后每天都是吃吃喝喝玩玩逛逛，然后认识你之后，然后又刚好我和男嘉宾发生了一些情况，因为我有看到他跟别的女嘉宾聊天，然后发现了之后呢，然后我就起跳了。然后前期的话，男嘉宾应该给我花了有200多万、300万啊，200多个 W 吧，200-300个 W 吧。然后最后起跳呢，是因为发现他跟别的女嘉宾聊天，然后他也跟我解释了，他说只是帮别人办事，那我就不相信，因为我觉得11点半的都还在聊天。然后发搞笑视频，然后还设置消息免打扰，那我就觉得这是有问题，因为这是出于女人的直觉嘛。起掉了之后，然后我们2个人就打架了，然后我就打他了。你有点狠啊，你还动手？对，我们就打架了，然后后来他就在我面前哭了，然后哭了之后，然后我们2个就又和好了，和好了之后我又发现他又骗我了，然后这一次我就闹。然后我就说要分手，然后我就让他先是给我罚款了，罚款之后，然后我就闹分手了，然后他又一直挽回，就说让我考虑一下，说我们在一起5年的感情，能不能考虑一下？我说可以，我说考虑一下也可以，我说那你给我换车，因为他之前给我买了个车嘛，然后后来他就说好，他说可以，然后他就给我换了个车，然后70-80万吧，70-80个 W， 然后换完之后。然后我就一直还是耿耿于怀嘛，我就是一直拿这个事情来闹。后来我就叫他给我买房子，然后我就说我自己出一部分的钱，然后让他出一部分，他说可以。后来他就刚好看到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呢，房价就跌了嘛，然后我就跟他讲，我们也去问了很多人，就说可以，现在做贷款很便宜嘛，我们可以付个全款。他说好，然后他就去拿了全款，去找别人借了200多万，然后我们自己2个人一起的话又出了200多万吧，总共差不多去400多，然后他说，然后我就说到时候把他带出来，他说好。然后最近我又一直在想，因为也有身边有很多朋友就说，反正现在都什么都有了嘛，车房都是全款的，他就说让我离开他嘛，他说还可以去找别人，就是说可以结婚步入进围城的。然后但是我又舍不得，因为我觉得我们2个的感情还是蛮深的，因为这几年他给我的情绪价值，然后给我的照顾都很好，然后然后我现在就是想，我的问题就是我在想，我要不要把这个钱带出来还给他？还给他啥意思啊？因为他说这个钱呢是他跟别人拿的，然后呢他要还给他朋友，应该他要我就是说带200万出来还200多个 W 给他嘛，然后他还给他朋友，然后他每个月这边他会慢慢的给我还。
你多大？然后我35。你结过婚吗？结过。有孩子吗？有。哦，那你琢磨啥？你现在要是想跟这个男的断，你可以考虑所谓的什么不把钱带出来还。如果你还没想跟这个男的断，那你肯定就要把这个钱带出来还他呀。但是他也给我画了很多饼，然后就是说明年嘛，因为这几年不是疫情嘛，所以他说他这几年都没有赚到钱嘛，然后都亏了然后他说明年他就有很多生意啊什么的可以那个做了赚钱了，他说他会再给我换个大房子，然后再给我1000个 W 的存款。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是在想，这个贷这个款给他呢，然后那这段时间我不是又在跟他起跳嘛，然后我就又看到他跟别的女嘉宾聊天嘛，他说他们就纯粹就只是朋友，然后帮人家解决一些问题而已，他说不可能跟人家有什么，然后他怎么可能会看上别人嘛，怎么的，就跟我解释。你到底要问啥呀？我想问的就是我现在是不是要赌一下，赌什么？就带出来给他咯。我是要你带出来给他呀。对啊，然后明年，然后就等他明年咯，因为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就是说觉得感情也挺好。没有人让你自己把这钱吞了呀，谁让你把它吞了？啥意思啊？到底是？我身边的朋友就说让我不要给他。那你不要给他，就是现在立刻马上掰嘛。就是现在立刻马上掰，1分钟都不能拖，现在立刻马上掰，你就不要给他。然后他现在对我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前段时间有吵架嘛，就是想掰嘛。你们的什么因为但是然后我都听不懂，你这就是我跟你给的建议跟方案为什么会引发你后面的这一大段？你后面这一大段到底在说什么？跟主旨无关的这些话。什么意思？你现在表达那些东西是想表达什么？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他这个人就能不能赌一下？你要赌什么？你赌？你要跟他结婚呢？不，就是你不结婚有什么赌的？哪里存在赌了？赌什么玩意儿了？让你？就是想赌一下明年。就明年看看他就是承诺的嘛，因为他承诺我的东西。小姐，我觉得你们有点搞笑，知道吧？你现在是手上捏着几个男嘉宾要你跳槽了吗？啥意思啊？我手上有很多男嘉宾在追我的，有可以结婚的，然后也有就是说比他就更有钱的。就是现在别的男嘉宾是不是已经伸出橄榄枝了，有付出了，然后你现在动摇了，还是什么意思？我没有跟他们接触，没有跟他们深入的去聊天啊什么，只是他们在就是说给我抛橄榄枝咯。你没有接触，没有实质性的付出，那你为什么会存在所谓的跟这个男的叫赌呢？你赌什么玩意了？你不就正常的2个人在处吗？什么环节让你赌了？现在是让你掏钱出来给人家去做项目吗？还是干嘛？你这个钱本来就是别人给你的。本来就是别人借的要还的，什么叫赌？到底哪个环节在赌啊？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还是要带出来了给他，但是他也承诺了，他说他会给我还掉的。那你就等他还，那什么但是这个但的什么事呢？我不明白为什么人家说好了的事情是借过来然后要还的，什么就变成赌了？我一点儿听不懂你们这个逻辑，我一点儿听不懂。你这个要把这个钱昧了，那才叫赌吧？把这钱还了是正常流程吧？你要把这个钱昧下来才是赌吧？赌这个男的不告你，你到底哪个环节在赌啊？他不会，就是我们有吵架，然后也有说要分手，然后不带了，我也跟他说了，但是后来2个人就是他又来哄啊什么的，又和好了嘛，然后我就觉得，就还是得这个钱还是得给他。我不明白，我真的不太明白你今天这个麦从头到尾，我认为我们的想法都是这个钱也给人家的，就是我不懂为什么会存在另外一个选项。就这个另外一个选项是哪来的我都不知道，把这个钱吞了，就这个选项是哪来的？
是什么东西支撑了这个选项？就这个事儿，我没有看到第二个选项。其实我这个钱还是，就是我不能听我朋友的了，就还是得给他。我不懂你，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的朋友要教你这么干，我不太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教你这么干。无论是你就算是想要去找别的男的了，你所谓的什么别的男的追你这个那个的有实力，也不影响你要先把这个钱拿出来给他呀，怎么都不影响啊，因为说好了的事情啊。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就是觉得他还有其他，就是怕他跟其他的女嘉宾有那个嘛，屏幕上面说。好，就这样啊，因为你们太混乱了，我不懂，或者说你们的阐述逻辑有问题，因为如果是这个男的是一个一直不愿意付出的人，对吧？然后呢，你好不容易呀，是吧？下了好大个套，你说他一直不愿意付出，这男的快抠的要死，对吧？哎，田鸡又拔毛，然后呢，我设了一个局，下了一个套，终于让他想办法拿了200出来。你这个时候说我现在要撤退了，对吧？那你这个叫什么呢？那这钱我不给。他说让我，那好不容易拿出来了，你再往回怼，对吧？是不是这个逻辑？就这个逻辑应该是这个男的前面一直很抠，不愿意付出，然后呢，好不容易你设了个套，然后让这个人付出了之后，你说我不可能再把这个钱倒回去，是吧？这个逻辑是通的。你说这个男的从头到尾都在付出，然后呢，人家从来也没有说不付出。他到这儿了，说，哎，我先给你给这么多，对吧？回头你再把这个钱拿出来，我们先还掉，然后后面再慢慢还。怎么这个里面存在什么因果关系？说因为他一直付出，所以我这个钱把他昧了。可能他的因为所以的关系是因为我在想我要不要撤退，是吧？如果我要撤退，这个钱我就不还了。他其实是想说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嘛？因为我要撤退，我的朋友的意思是说我这个钱不要还了，因为他天天跟别的女的搞，是吧？他其实想表达的逻辑是因为这个男的每次被我抓到他还跟别的女的1、2、3、4、5，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男的是不是靠不住。那我朋友的意思就是说要不我就撤退了，哎，就找个人结婚了，这个钱就不还了，对吧？这才是他们要阐述的完整逻辑。他阐述不出来，阐述半天阐述不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这个逻辑？要我说这就是个稀烂逻辑。我说这是个稀烂逻辑。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整个大框架下面，我们从来就是讲发心是什么？就是我不能无缘无故的去多一个仇人，对吧？人家对我好，我觉得你说是什么男的聊个骚啊什么干嘛的这个那个的，我觉得这个它不涉及到根，不涉及到这个根儿上面，因为你们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关系，是不是吧？对，你们2个人的关系本身它就是不道德的关系，你没有一个所谓的大房的位置跟身份，然后你说这个男的跟别人怎么着了，你们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稀巴烂的关系，这个男的能够对你有所付出或者干嘛的已经很好了。我觉得人就是要知足，要懂得感恩，这个是我的一贯的一个想法。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整盘的逻辑在我这里我听不下去，知道吧？他自己不肯讲，其实他的朋友就是这个意思嘛。这男的反正今天聊这个明天聊那个，对不对？那你还不如拿着他的钱走，跟别人好，反正他这钱给你了，你不带出来他也把你没办法。他们是想表达这个嘛，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好吧？如果你跟这个男的说我想跟你分手，这个200万我不还了，人家没意见，那你就搞，对不对？可以吧？双方达成共识，
哎，你不要说我就这么闷着搞，我就不还了，说不还不，我不管他怎么跟我跳，怎么跟我闹，怎么跟我那个，我不管。我觉得这个不好，为什么呢？毕竟人家没有做什么亏欠你的事儿，对不对？人家没有什么对不起你，你们稀巴烂的关系，人家有的时候跟别的女的聊下天，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这个不涉及到让你是骗别人200万跑路，我觉得没有到这个份上，对不对？你如果能获得这个男的的认同，你跟他说，你说我现在想好了，我现在不想跟你在一起了，啊，我准备去谈婚论嫁了，反正呢跟你这样的关系，我觉得我也不愿意了。前面你给我的这个借的这个200万呢，就只当是你给我的补偿。你像这么聊，如果别人能认可，你就走，好吧？为什么我没有跟他聊这个逻辑？是因为本身这个男的这次愿意跟他买这个房子，就是基于2个人要继续在一起，对吧？要不然人家怎么会干这个事儿呢？他这次本来就是前面大干了一架，这个男的来找他和好，的时候，然后他说啊，那我再买个房子，我们俩一起出钱。他是以和好为前提去干的这个事儿，人家怎么可能愿意跟他分呢？对不对？所以，哎呦，我不知道，反正我跟你们说真心话啊，就道不同不相为谋，知道吗？真的道不同不相为谋。有很多人总以为你们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其实你们很多人跟我想的都不一样，我一直都是觉得，如果这个人他对你有付出，人家对你有过真心，有过真诚，那么还是要报以感恩之心，不能把这个事儿玩炸，玩到最后别人跟你反目成仇，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去给人家记一个这样的一个恨意在自己的身上，对于你的生命的长河来说，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儿。我觉得这个是给自己增加负能量的事情，不是给自己增加正能量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从大方向上来说，我不认可啊。来，那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扫一扫啊，右下角的这个微信二维码给它扫一扫，然后就不会走丢了，好吧？会看到我们每一场直播的那个通知啊，我们每一场直播都会有直播链接发到我们的朋友圈里边，然后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为大家提供的所有的付费服务啊。然后今天我们直播到2点之后会延长半个小时，给大家介绍我们这次哼哈的跨年专场啊，有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和活动，好吧？来下一个。小美、北木都没有。大家还有要连麦的宝宝，赶紧去找那个小助理啊！赶紧去找小助理。我们今天还可以约连麦，今天还可以连 ，OK？ 是的，我跟大家说了的，我说在我们这就借就是借，给就是给。我们跟男的就是这样的，借就是借，给就是给。借的我一定会还，给我就不还了，就是这么简单。说借就是借，说给就是给。在我们这真的是只有阳谋没有阴谋，什么东西我们不会说这明明就是人家是借给你的，然后你想着法的把这个东西昧了，这个在我这是不存在的。我说每天我还要吃得香，我还要睡得着，对吧？我还不怕眼睛一睁有人上门找我扯皮，方方面面我都要做得到，然后再讲说别人对我的付出怎么样。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扣在公屏上啊，可以扣在公屏上。Hello， 你好。Hello， 哎，你好。是曲吗？哎，你说。哎，太好了，太高兴了。听了你好几个月的课，写了好多本笔记。是这样的，就是我简单的说，可能有点复杂，麻烦你了。我今年是40岁，然后男的是50岁，我们是有一起20年了。
当时就是一起，没有图他的钱，就是每天早中晚两个人就是打电话聊天，反正每天就像恋爱一样的感觉。到30岁的时候，第10年的时候，我们生了一个篮球。后面就是买了2个房子。因为孩子大了嘛，我去年我说再买个好一点的房子，就是改善一下居住条件，就一直没达成。然后我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2个人就闹矛盾、闹别扭，分开了3个月。能听到吗？那么就是这3个月之前，其实我们是有问题，因为我是一直没上班，然后整个的状态就是也不好，像中年妇女一样，形象也不好。那么整体来说就是每天在家里也不出去，然后给的生活费也不多。那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听了你的那个金贵关系，然后我就撤了3个月，我就不跟他断绝电话、短信啊，全都拉黑了给他。到3个月以后，他开始就是打钱也打多了，然后就这几个月下来，上个月开始他说前几个月开始说答应买房子了，上个月一共分了几次，打了200，但是买房子也不顺利，一会儿说让我看100多，有的时候看200多，然后中间就是看房子的时候，有一次是说买房子返佣金，他找了另外一个中介，然后谈了返佣金的这个钱呢，一定要写孩子的名字，然后让他去带去买。我就当时觉得有点好像挺不顺的，我说那就让他定吧，要不要买这个房子。后面又说这个楼层不好。那第3个地方房子我去看了呢，可能价格有点偏高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又让我说这个意思可能就是让我去2线城市去买的那个读书也方便一点嘛，小孩读书方便一点。然后但是那个2线城市的话，那个房价会更高一些。他说看了以后也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那我就挺不高兴的。其实因为一直很不顺利，我感觉就是这个事情。我说在我身上这个事情太难操作了，我就这几天就有点2个人就闹不愉快嘞。我的判断是他是买房子应该是在我这里可能不想投入太多吧。然后第2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以后这个未来怎么规划好一点啊？规划什么？什么规划？就是其实我们他是委内，我是就是一直跟着他有20年了，就一直这样，他一个人粉，那平时也没有男性社交的。你有工作吗？我没有工作。你没有工作，你就没有选择，你还规划啥？你没有工作，你没有别的男性社交，你就没有选择，你没有路，你规划什么呢？那其实我觉得这样下去也好像越来越感觉到好像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嘞。你都俩娃了，你现在觉得不是个事儿？你们这心放在肚子里呗，你都俩娃了，你还有啥是个事儿不是个事儿的呀？我一个娃，没有2个娃。这男的年收入多少呀？做什么的呀？什么财富量级啊？我应该是小加工厂，年收入的话几百吧。他1年能给你多少呢？1年没多少，也就是养娃多少给多少。你没有路呀，姐姐，你没有路啊！你现在面前没有路啊！现在人家是你唯一的经济来源呐。那怎么样才能铺一条另外的路呢？你铺啥路？你把你娃好好养好呗。你娃多大了？10多岁，13岁。13岁了，那你就也就再
再搞个10年嘛，你娃不也就自己可以挣钱了吗？你年轻的时候靠男人养，老了以后靠娃养呗，那咋办？你现在没有路可以走啊！你都跟这个男的跟了20多年了是吧？对呀，你跟了20多年了，你也跟社会脱节，你也没有别的男嘉宾，你想什么呢？你想多了反而让你会无谓的焦虑啊，因为你毫无意义啊，你思考的这些东西。你现在手上有多少存款？没多少。没多少，这男的不是刚跟你给了200？就200左右。对啊，你到底有多少存款呢？一共200。一共200存款，就是这2月他给你的。这2月之前呢，你空人，你直接跟别人3个月不联系，你也没收入，跟别人3个月不联系。我当时我也没办法呀。你啥没办法呀？你也挺有办法的，你哪不是你这个200到账之前，你是3个月不联系，你当时咋想的呢？如果这男的不找你了呢，你准备怎么办？我准备把房子卖一个掉。你房子值多少钱？几百吧。你一套房子2套房子？2套。2套房子一共值几百？一共值几百。你准备卖1套，然后过生活，就跟那个男的就断交是吧？因为当时他一直在给我扯来扯去。我最近我才发现，好像原来我挺笨的。现在听了这些课以后，慢慢的好像人好像有点反应过来了，就是太会搞脑子了。你可别反应过来了。你别反应过来了，你还是还原吧，你别反应过来了。不是，你这个动作有点吓人呐！你把你唯一的经济来源，你说掐就掐，一掐3月，然后这男的幸亏他是回来了，他要是不回来了，你再上门去求他。你给自己整，你都没有，不是，你怎么搞得好像自己面前有无数条条大路通罗马似的？你没有啊，这个男的现在是你唯一的路啊，你想啥呢？我主要是想着这个年纪好像越来越大了，以后就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觉得自己挺可怜的。我就想想，有的时候想着好像这个状态不对劲。你一个月花多少钱？我问一下。我一个月还好吧，我花不了多少，花个小孩的教育费贵一点，剩下的也就告诉我，一个月开支多少？总开支2-3万。一个月开支2-3万。对于一个没有工作的女人来说啊，一个月开支2-3万不少。说实话，一个月开支2-3万真的不少，对于一个没有工作的女人来说，你一定要明确这个男的是你唯一的经济来源，请你不要瞎搞，好吧？那我怎么办呢？你不用怎么办，你就好好的把他哄着就行了，哄开心，把钱哄过来就完事儿。但问题是，现在他这个买房子一会儿买一会儿不买的，也是个很头疼的事情。一会儿买一会儿不买就慢慢哄，反正没有选择，好不好？没有选择，我们没有路，只能跟他2个人慢慢哄。那他这个性格是怎么回事？有的时候好像对他太好了，他又还要挺难，感觉这个男的是个傻子，真的，这男的脑子也是不太好使的那一挂。要不然的话，你跟他断联3个月，他能回头来找你，换一个脑子好使的，绝对不找你。这基本盘没盘明白，这男的心软，这男的心挺软的，你就哄吧，好不好？心硬一点的不会回头找你，反正知道你没有经济来源，你再断个6个月，你不就挺回去了？他还来找你干什么呢？他能来找你，就说明这男的还挺心软的，你就哄吧，好不好？行。好，就这样啊，拜拜，你们睡醒了，是吧？
瞌睡了他妈20年，突然之间是被王子亲吻了额头吗？他啊，怎么就睡醒了呢？都昏头大脑的20年了，就昏着呗。怎么因为听了我，突然之间开始思索？别思索了，都这么大了，别思索了，行吗？我都服了，狠呐，都是狠人呐，没有工作，没有社交，把唯一的经济来源一断就断3个月啊，也可以啊，都很硬气啊，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到底是不是？我有的时候我很钦佩，我打心里我就是很钦佩，知道吧？看明白老板在哪个方位，看到了就开始磕，就完事儿，是不是？就把他搞明白就完事儿了呗。这男的真的是挺心软的，你要换我是个男的，我不可能。真的，我还给你打200万，我还怕你跟人跑了。我还怕你跟哪个新老头跑了吗？妈呀，这个男的真的好人一个啊！咱们好好的，好不好？给他捏住了，好不好？给他捏住了啊！要不然的话，这也是小老板，知道吧？这真的是小老板，这属于是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心还比较软的这种小老板这一挂的。但凡是见过点世面的，真的不带搭理他的。你信不？但凡是脑子不清醒，这女的哪个女的脑子不清醒，你这跟哪凉快哪待着，绝对是这样的。老板量级稍微做大一点，眼界稍微开阔一点，他不会惯你的。你还跟我作，跟我闹，跟我这个跟我那个，什么3个月断联，你断吧，是不是？你你跟我断联，我跟你断粮，对吧？妈呀！来，大家那个还有没有找到我们的朋友圈没有加微信啊？右下角弹窗看到了吗？把弹窗点开，直接扫一扫，可以加到我们的微信，然后呢就不会走丢了。因为我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都只会在私域做内部直播，我们不会在公开大平台直播，所以一定要加到我们的朋友圈，否则的话很容易走丢啊。好卡了吗？啊，然后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啊，可以看到我们团队为大家提供的所有的付费服务，文字咨询、语音咨询以及闺蜜圈，还有金贵的关系的正版课程啊，大家有需要的宝宝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小黄车去下单，下单完了以后记得去找客服和小助理啊，然后让他们赶紧帮你们去开启服务。OK， 我们今天直播会到2点半，因为我们2点到2点半这个时间段呢，会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月月底的哼哈跨年专场活动啊。卡，一会儿应该就好了吧？下一个是谁？玉佳啊。哎。Hello， 你好，你好，哎，离开了。这个直播效果不好，他还要1天收我4000块，你说啊，这个平台真的是黑店，没办法呀，现在咱们只能寄人篱下。他不行呢，啥情况？没有别的平台吗？因为我的所有的付费服务都是挂在这个平台卖的，所以说我们用这个平台的话呢，就比较方便，对吧？可以让大家一目了然，对于我们的内容一目了然啊。你把那个叫什么？那个跨年的那个哼哈活动专场的挂一个链接上去啊。这么贵，什么时候出一个 T？ 这个平台这么贵，它都没有美颜。你们现在看到我的脸，
是只有美白跟磨皮这2个功能，而且它的磨皮磨了跟没磨一样，美白美了跟没美一样，还是得靠我打光。也没有大眼，也没有瘦脸，也没有瘦鼻，也没有缩脸，啥功能都没有这个平台啊。小伙子梅莲山茶梅莲栗子也没莲，这几个都没有啊。画质模糊啊。就朦胧美吧，这样的话会显得磨皮效果好一点。太高清了那不是，是吧？黑眼圈都被你们看见了。怎么一直等不上连麦？宝宝，连麦是要申请预约，要先去联系小助理啊，然后才能来连的。我们没有直接连的，我们的连麦是付费的啊。对啊，我每一次我直播，我最重要的一个美颜功能就是小缩头，缩头功能。这个直播没有这个功能，没有缩头。我不想看到我们这么智慧的大脑瓜子。助理审核不通过，那你那个故事太吓人了，可能。哎，蛐蛐 ，Hello， 你好。你好，我那个上周六跟你连过，我当时跟你说了，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看你今天有时间，我想让你再帮我捋一下我的情况。我上次跟你说，就是我是那个北京的，然后那个金融男第1个月给我花了40多啊，3年花了100多，那个最后说我不付出啊，跟我分手的那个，他现在找了一个40岁的，我说怎么这么奇怪？你说他解决问题啊，便宜啊。找了一个40岁未婚女嘛，但我现在就是还是我走不出来，我就觉得你说是不是没有太大必要？我觉得我是去挽回呢，还是你帮我捋一下我的情况？我就挺纠结的。你要不你再说一遍？我上次跟你说的啥主意我也都忘了。就你说我白皮女嘛？你说我白皮毛不拔，铁公鸡白富美。然后呢？那有什么问题？你还想？那你想花点钱不？我这么描述了，那对，你我也想花点钱觉得他肯定是，我不太想给男的花钱的。那就还说啥呢？对，但是他给我，所以说我就想让你劝劝我，给我捋一下，因为他给我这个付出了我觉得也是男士里面，他是金融投行的嘛，也是这个学历比较高，年薪200-300，都是离异的嘛。那关键是我是从10几年就自己创业，相当于自己做，也是做这种小老板，也没有什么这种圈子，我觉得，而且我也不喜欢就向上去找一些什么这种所谓的大佬去伺候人，我不是这种性格，我就跟你还有点像，也比较傲啊什么的，自己靠自己也是赚了个3000多，所以我觉得他对我还挺好。赚3000多万给这男的，你给人花过钱吗？我没给他花过10几20万吧，就少了他看不见。他是想让我年下来花了10几20万。他不想要这些，他比如说他想要一个100万的车啊，因为我有一个100万的那个100万的车，他意思说你要么这个车我开不太合适，比较适合你，你要不换一个陆巡比较适合我开，或者是说他想让我房子上面我出1300万首付，他出300万贷款买个房，但是写我的名字，反正就这些事儿吧，就让我特别就是我不想付出这些写你的名字你都不同意。对，当时写我的名字我也没同意，因为我觉得他脾气特别差，跟他在一起我们俩特强势，我也很强势那种，就互相打干架对骂对打这种。那你还问啥呀？你又不想花钱又不想服软，你啥都不想，那你问啥呀？你到底要？所以我说让你帮我捋一捋，我怎么办啊？我嫁不出去。为什么捋？你是不爱捋？你又跟人干架又不想花钱，你还捋什么？主要他老想拿捏我，后期就总是打压呀、否定啊，说我这个不行。小姐啊，你分批不出，人家还不能拿捏了。
但是我给他几十万，他不要，他给我转回来，20-30万他都不要，他就转回来，然后他可能要的是大钱，对，要大钱，大钱我又不想出，那对吧？说啥呢？不想出我都说了噻，那他找这个别人给你白批，别人要找别的。那他找这个40的也不可能给他花钱呀，40的条件还没我好呢。没你好不代表不会给他花钱哦，这是2个概念哦。那我们直播间这么多，也不是每一个身家100亿的都很愿意花钱的，很多愿意花钱的也就几千万的身家，人家很愿意花呀。但那这个40的女的也没什么财产东西给他，没什么东西给他，可能。你可什么能啊？你哪来的证据？也是，反正他跟我说的，他说没什么钱，但是人家就不花我的钱。他说人家不像你一样花我的钱，不花我的钱，人家也不怀疑我，反正就说这个。那你现在来跟我谈歌来了是吧？对，我就想让你帮我捋捋，你说我还有必要再去挽回他？挽回他要花很多。怎么挽回？你要不就是拿钱挽回，要不就是要服软，你有哪个路子挽回嘛，大姐？主要我觉得我比他有钱，我就服不了那软。那不就结了吗？请问你的挽回路径是什么？你告诉我。哎呀，我觉得我真的是很难找到像他给我提供这么多情绪价值，还有这个。你看，我问你问题，你跟我在那天方夜谭，答非所问。你说。你要怎么挽回？你告诉我。对，我现在反正没有实际行动，他最后不是让我给挽回路径是什么？就得要么给钱呗，要么就什么。我之前跟他说，我说给钱，我帮你那个什么把那些债平了，他要70多万。他说你现在给不给我钱，我都不可能和你和好了。他说因为这几年我看明白你不是那种在钱上就是非常松快、手很松的那种人。那意思是说人家现在就不要你了，你还在聊啥呢你？哎呦我的天哪，搞得跟自己很高姿态似的啊！是不是有点没搞明白状况啊你？所以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呢？我听不懂啊！我今天怎么整个主打就是听一个听不懂，听一个听不懂。那我就继续再换别的，就这样。那他就是本来就冲这条件来的呗，就冲我条件来的，就必须这种条件。当然了，你有什么？你最好的不就是你的条件吗？外形，那30多岁外形也可以，比他小。30多岁外形可以的就你，比他小7岁，所以说这个经济上他占不到便宜的话，就也没办法哈。经济上不一定要占便宜，平等付出是基本。我这么跟你讲，平等都没有，对，他就要平等。他说相互啊，我给你花100，你给我花个100以上以下。平等付出是基础面，对不对？人家找个有钱的女的，平等付出是基础面，否则那男的为什么要找个有钱的女的？他为什么不去找一个能听他使唤的呢？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我觉得真要结婚的话，像我这种性格或者这种条件，就找一个比较老实的那种，可能就是能听点话的，然后钱可能挣的不是很多，但他比较顾家，因为这个就是完全不听话也不顾家，然后钱可能也200-300，这样也没有特别听话顾家，你愿意花钱吗？那我觉得那种人他花钱不像这种啊，对吧？胃口太大了，上来就几百啊，对吧100万起，那我自己赚钱。那你要这样说的话，你得去找一个经济适用男。啊，对呀，你别看不上人家就行了，对不对？你别找那什么长得帅的、身材好的、哎个子高的、什么收入高，那就别，就找经济适用男嘛。我倒是不太图外形，我就比较喜欢他脑子很聪明嘛。那就是我前夫那种嘛，我前夫就是非常踏实老实，但当时我就觉得太没出息了，钱都是我赚，家里在北京就买别墅、买车，全是我孩子国际学校学费都是我，所以我就把他给就分掉了，就跟他踹了，然后就后来碰到这种胃口又挺大，我觉得我受不了他这胃口。不要自视太高了，好吧？总得付出点啥，就这么简单。那就找任何男的在一起，你总得付出点啥。任何男的在一起，你不要老拿你的个人价值说事儿，个人价值与伴侣价值毫不相干。你不要觉得你个人价值多好，别人就该围着你玩啊。对，我就这样，我就不太就没有给男人花钱的习惯，从小到大都男的给我花钱，我觉得花习惯了，没有付出意识。情绪是另外一码事儿，你不花钱，你也不给情绪价值，你能给啥？对，我也不给情绪价值，我也不会伺候，也不会照顾，就是那个新鲜劲儿，就是那一方面儿，其他的然后那你就牛逼了呗。
啥也不给，我还愿意给你白批，你牛逼行了吧？所以今天我就听你说要认清自己，正视自己，我觉得还是，尤其是30以上，性格啊也得修炼修炼。那我现在，我真的觉得我现在都走不出去找别人，看谁都觉得没他给我当时给我那些情绪啊、经济陪伴好，真的是完全都不想看。因为他当时太会了，而且我现在工作圈子就我自己是老板，没什么圈子呀。对碰吗？去给点建议。玩软件吧。啊，软件，他就是软件上认识的，当时就狂舔。软件上什么样的都有。也可以被你的光环所吸引，好吧？对，都是冲着我光环来的，然后夸夸砸钱，一看就也没什么回报。但我跟这个男的到10点半都特别和谐，所以我想要不他以后那个，他就哎呀，他竟然我真没想到，他竟然就在我这儿碰了壁，然后直接找一个40岁，啥都没。您帮我捋一下，就这样呗，或者说我就靠还是继续自己赚钱，找一个能力不如我的，因为能力稍微强点的男士，他那个性格脾气跟我真是对付不到一起。我跟你的给的建议都给完了。行，好吧。好，行，好，谢谢曲曲啊，拜拜，怎么点不动了呢？有的时候啊，我们也是无奈，真的是无奈。性别一调转，啥都明白了，是不是啊？性别一调转，啥都明白啦。哎，男人也是这样的，女人也是这样的。有钱的人吧，总希望别人不看上他的钱，你说是不是无聊？对吧？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漂亮的人吧，喜欢说我希望他喜欢我的内在，对不对？不是因为我的美貌而喜欢我的。有钱的人就说我希望他喜欢我的灵魂，不是因为我有钱而喜欢我的。哎呦，啊，都得的是一种什么病？到底是一种什么病？是绝症吧？我觉得是不是绝症？我以前啊，好多年前就是的，我认识的也是一个大佬，他就是那种每次啊出去见女孩子，他要坐地铁，然后呢要把自己说的很穷，说自己没钱啊，这个那个这个的，把自己说贼拉穷。然后他说因为我要让别人，他说我不想让别人看上我的钱。就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看这个人，我是看大傻子一样，就是他挣再多钱，他在我眼里就是个大傻子，就是属于多少有点大病，就是这样，你赚什么钱，你捐了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不要装没钱，你就是真没钱，这不就行了吗？求人得人，你要钱干什么呢？对吧？吭哧吭哧的拼死拼活的在那挣，跟个老牛似的在那挣了以后呢，又不舍得给人花，又不想让人知道，那你把它捐了不就完了吗？对吧？你直接以后见人就说我确实没钱，因为我都捐了，因为我觉得钱是身外之物，我不爱钱，我不知道我要钱干什么，对吧？我也不想找一个爱钱的人，所以我就把钱都捐了。你这么搞，别人还觉得哎呀有格局有情怀，对不对？我是真看不懂。我跟你说，我有什么，别人肯定就是看上我的什么，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有什么，我偏偏不想让他看上我的这个东西，这是属于活拧巴了，是不是活得特别拧巴？不是有毛病吗？来，大家还没有加我们微信的宝宝啊，右下角这个微信二维码扫一扫，微信二维码扫一扫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好不好？我们每一场直播开播之前都会在我们的朋友圈，还有在我们正版的金贵社群里边去发布我们的直播通知啊，然后直播结束以后呢，现在会立刻生成回放。
回放也是很有限的，因为过一段时间可能我们就不会生成完整版的回放了，很有可能我们就只会生成删减版的回放了。啊，可能在过年以后，我们的新的玩法就会出来了，不会再给大家生成完整版的回放，所以现在还能看到完整版的回放。大家一定要加我们的微信，因为我们会把回放链接也发给大家啊。然后右下角的这个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个付费服务啊，有需要咨询的宝宝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好不好？下单完了以后，你们可以去找这个微信二维码，跟他说你下单了啊，然后让他马上帮你们开启服务。Hello， 你好。Hello，谢谢你好。哎，你好，你说。我今年38岁，然后我是持有快乐证，在3、4线城市。我认识男嘉宾，他50多岁，然后我们加微信有3年，然后去年的时候他其实跟我表白，然后我们在一起有1年，他付出的有100多。他跟我表白的时候承诺了很多，说他一个人在国内，然后希望跟我一起有个家，然后我就很感动嘛，然后就跟他在一起了。但是最近他跟我就是转米的时候，他有敷衍借某某款，然后我才知道他从去年到今年就是跟我转的上面都有写这个，然后我就不知道他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意思。然后这就是我的一个工作方向。认识的时候他是很鼓励我自己当个老板，说开店啊什么的。现在我就说让他弄这些，他说没有资金，然后公司回款不足，然后每次跟我转一些的时候，他说的也是回款的，或者是借来的，或者是贷款的，然后我就没有管这些，因为我以为他是故意这样说，就让我觉得要少花一点嘛，就这个意思。但是后来我最近我才知道这个事，所以这是我弟弟的诉求，我想知道他的一个真实想法。第二个就是我跟他认识的时候，他有问我属什么的，然后我的属相正好是他比较合的。然后有一次我身体不舒服，他就说你30岁不到的年纪，为什么身体不舒服呢？然后我想他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要不要去跟他直接说明，就是我是8级不是9级的，我这个需要跟他说吗？说了以后他大概会有什么反应？然后第3个就是我的一个事业，因为他不太想开店，然后他就说要么就去他公司入职，跟他开个车呀，出差的时候就一起出差呀，或者是要我注册一个公司，跟他公司对接，具体做什么内容好像没有，就是跟一些米之间的一些关联吧，因为我不太懂嘛，所以我就没有回应。然后第3个就是说想弄一个外贸，就是跟他漂亮国的朋友有一些对接，因为这些领域我都不是太懂。然后我想第3个诉求就是这些东西我能跟他一起弄吗？然后这位男嘉宾适合我长责吗？你这遇到个老油条老骗子了，还长不长责呢？老油条老骗子看不懂啊？这个他给你花的所有的钱，只要你跟他拜拜了，他以后都会要回去的。那我现在怎么预防这个事情呢？防是防不了的，防是防不住的。你们2个人如果吵架闹分手，如果他能求和，那么呢，你有一丝的机会，就是你跟他说，前面你跟我所有的花的东西，你先跟我写一个赠与，写个赠与协议。那么你说我能够勉强跟你和个好，要不然的话你说就没有意义，对吧？因为他所有的钱他写了这个就是为了往回要，而且这个人一定不是第一次这么干，轻车熟路，好不好？你干过什么事儿吗？你自己做过什么生意吗？之前我是自己在老家有开了小店子开过，他也知道，他在那个某长沙上面他查到我开过一些店铺啊，那个营业执照什么的嘛。所以说你做的都是些小买卖，一年挣不了几个钱是吧？对。那你跟他所谓的做那点事儿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
他大概率也就是要一个忠心耿耿的员工，而且还是低成本。那我现在，因为上次我打电话问过他，然后他跟我的回应是说，他说我这样写，那说因为我是公司的 CEO， 我又不会找你要。他说因为我每一次转出来都要写一个什么事由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会写个借字呢？他是用公司转给你的还是个人转给你的？他对我说的是公司，然后我自己去查是个人，我给银行的那个人看了，银行说这个是个人的，不是公司的。个人转给你的，对呀，那你看他自己说的话已经都被推翻了嘛，对不对？谎言一定是有目的的嘛，对吧？对，所以你就是跟他说，让他写补赠与条款。或者说你跟他发消息的时候直接问，你说那些钱你写借款是什么意思？你未来还准备让我还的吗？你说难道不是你送给我的吗？不是作为你追求我的成本吗？你看他会怎么跟你回复。如果说他跟你回是啊，那就是我送给你的，我只是为了什么这个那个这个，那么这个好歹他能作为一个留证，对吧？你起码要留点这种东西在手上。但是我可以这么跟你讲，这个男的绝对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他在此之前肯定也用这种方式方法泡了别的女的，而且把钱往回要过，好吧？好，就是也没有必要跟他再继续的意义了。先装一段时间，先跟他把这个聊天记录先聊出来，看能不能把这个聊天记录做实。首先做实成这个钱他是不往回要的，是给你的。先看能不能聊出一个这样的聊天记录，你先不要跳脚，先不要后撤。好。还有问题吗？就是如果我拿到了这些聊天记录的话，我基本上就要后撤了。对，我觉得意义不大，好不好？没有太大意义。好，好，行，好，没问题了，谢谢，拜拜。好，拜拜。因为我们看人呢，还是要看一个人的人性底色，对吧？因为用人性底色去判断这个人未来有可能产生的言行举止，它是会相对来说比较精准的。你们总是喜欢就是说自己去猜，或者听这个男的说，然后依据你跟他现在的感情，我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这是非常非常的错误的判断方式。我们一定是通过这个人他的一个行为去推断他的人性底色，再用他的人性底色去反推他未来有可能发生的言行举止，这样相对来说才会比较精准，对吧？任何一个男的他在给你付出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想往回要的心，他就不会写借款。他为什么要这么写？是不是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写？他既然这么写了，就说明他有想往回要的打算，而且他从第一天开始他就一直在这么写。首先他这个动作就不对，对吧？第二，他为什么明明是个人打给你，但是他却说是公司打的呢？对不对？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就是因为他这么跟你讲，他说这个是借款才合理，对吧？其实他个人打给你就已经不涉及了，因为这个钱已经从公司到他个人账上了。他也许这个钱是从公司到他这可能写的是借款，对吧？因为你公司钱不好直接提现嘛，公司的钱他不好直接提现，他可能到他这写的是借款，但是到他这了就是他的私账，他的私账他往外转的时候他是不需要写借款的，明白了吗？所以任何一个动作它一定预示一种动机，他没有这个动机他就不会有这个动作。不要信这个人说的话，对吧？说的话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或者是他现在对我的感情，他给我画的饼，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啊。来，大家没有加微信的宝宝，赶快把右下角的微信扫一扫，加到我们的微信，加到我们的朋友圈，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啊。然后呢，想要找我们团队进行后续的1v1的咨询服务的，可以直接把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右下角小黄车点开，然后呢，去这里边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付费内容的咨询，还有我们的闺蜜圈以及我们金贵的关系。还有没有下单我们金贵的关系的宝宝，一定要去买我们金贵的关系。我们有金贵的社群啊，社群管理员呢每天都会在里面给大家更新我们直播的经典案例的总结。然后今天2点到2点半钟，我们会接着播
会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一次哼哈跨年专场的活动。OK， 那这个还要不要？我跟你们讲啊，我刚刚已经跟他讲了，先把钱看能不能起码从聊天记录上能够有这个男的是给你的，这么一说，懂吗？有点东西在手上，否则的话，你任何文字上面的东西都没有，你没有证据证实这个钱是给你的，那么这个钱他随随便便一打官司就要回去了，知道吧？我吃的是喉糖。小王思纯没连我，小果子没连我，小宝。Hello， 你好。你好。你好，菊菊，我开个录音。好，你说。我是金贵的学员，今年22岁，颜值7分到8分，本科毕业，原生家庭一般，现在在超一线城市。3个月前被公司裁员，目前没有任何收入。今天想咨询2件事情，第一个是赚米方式怎么选择，以及实践路径和时间节点。第二个是遇到了一个伯乐男，想知道怎么助力我。第一个问题，雄竞方面，我想做自媒体，美妆类做出过万爆款文章，但是后面反响平平，就没有坚持下去。另一条路是我想做 MBTI 那个16人格的性格咨询，学费8K， 然后慢慢起盘，接咨询或者上班，是考虑进咨询公司。在咨询公司积攒一些经验。什么类型的咨询公司啊？没有特别想好，就是咨询类好像都可以接受，教培类什么的都考虑。或者我考虑做带货主播，但是上班对我来说只是赚米的权宜之计，我最终还是想要自由职业。雌竞的话我也考虑进 YC， 但是有一些心理负担，我酒精过敏，而且有男友，谈了2个月，每周见1次，互相不查岗，但是心态上怕他发现。他是土著，而且10点半很好，我们日常约会花销是1:9，短期内我不想跟他分手。我的人生终局画面是有米，有光环，有爱情。我一生是求爱的，因为我发现钱能给我的快乐边界有限。问题是，咨询师是我梦想的职业，但是从学习到稳定赚米需要时间，这个阶段我没有现金流，所以该如何赚米？基于我的人生终局，我应该怎么设置行动路径？怎么规划时间节点？第二个问题是伯乐男，对方30加，有异国。你先一个个说，一个个说。你多大？22。22，你什么专业的？我是师范专业的。师范专业。你是本科？对。什么本科？一本，普通一本。你之前做了美妆的一个爆款，做过1次爆款的文章是吗？对，那篇文章特别巧，第一篇文章就是4万的赞藏，但是在之后就怎么都不行了。我写的过一共不到10篇，然后后面数据不好就没有坚持下去。你那篇文章是在什么平台发布的呢？某书。在某书发布的。OK， 我觉得是这样。你如果说在自媒体这个领域上有出过爆款视频，我觉得你要在这个点上深耕，主要是你还是需要更多的去看人家的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再结合你自己的一些风格，而且10篇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真的是要你说你做了100篇，对吧？我觉得这个还能说明点问题。你说10篇你也出过一个爆款，但是你才做了10篇，你就说我做不下去了，这个是不对的。然后如果因为美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是最赚钱的一个赛道。但是你需要，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说在自由职业上面有点建树的话，其实自媒体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项，所以我是建议你不要轻易的去放弃。你说的那什么咨询师什么这个那个是这样的，我觉得你不管做哪个领域的，但凡是跟自媒体挂钩的，那么其实它积累的经验都是类似的。你
就算做美妆也好，或者你去做咨询也好，或者做什么，其实你最终都是要想好你自己的变现路径是什么。我想接广，接广是最差的变现路径，因为、因为广告现在整体都在很大幅度的下滑。广告其实说实话，小博主在平台上能够接到的广告是很少很少的。哦，所以你还是得，倒着去看，就是说你要去看哪些账号是赚钱的，或者说小账号它是赚钱的，然后用小账号赚钱的逻辑再去倒推我现在要做什么。哦，我懂了。不要说的太远，什么人生中这个那个的，你才20出头，对吧？先把钱赚到了再说吧。好。还有什么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遇到了伯乐男怎么助力我？对方30加，有异国女嘉宾，书卷气浓，现在在大公司做管理。他情感经历单纯，我跟他讲我还在上学，是自己赚生活费。聊天的时候感觉经历相仿，我顺口提想打 HP 某位，他给我打了1W，我们很聊得来，他对我有惺惺相惜的感觉，他提出过让我跟着他。当我有男嘉宾我就拒绝了，后来没见面，地球上是他联系我比较多，他说很愿意为我的人生答疑解惑。我的问题是我需要米，如何在不见面的情况下向他求助？不见面的情况下，那你就是要聊情绪价值了。那你要聊天很会聊天啊，很能聊天，很能让人上头啊，才行啊。你这个，你总不能说你去忽悠吧？我们走不了这个路径，我们只能说，你说你通过，比如说你去网恋或者干嘛的，让别人这种形式心甘情愿的去付出，这个逻辑是通的。但你要说你要去骗或者干嘛的，那这个在我们这是行不通的。你是怎么想的？我不希望谈成网恋，我只是希望他能给我一点米。你不网恋给米给什么？用什么呢？用项目，用事业，还用什么？由头。好像收学费也不行。收学费可以啊，只要别人愿意，对不对？你就说学费，只要别人愿意。但是你不基于网恋做前提的话，人家凭啥呢？可是曲曲，我如果做美妆的话，短期内还是不能变现。现阶段的米怎么办？那么你是什么意思？你现在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还是考虑我能做咨询师，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但是做咨询师到能赚钱，这阶段我要用什么其他的方式保证我的收入来源？做咨询师一上来就能赚钱的，只要你能有客户，没有时间周期啊，你能找到客户你就能赚钱呀。你任何时候只要找到客户，你就能赚钱。可是咨询的课程我还要学大概2个月。不一定，这个不一定。能够赚钱不代表说你在这个领域上真的有学过什么哦。你要知道，能学到的人他也不一定能赚钱哦。能赚钱的本质是在于你能输出，然后你有客户，你的言论能吸引客户，你就能赚钱。2个月都等不了，你穷到这个份上了。其实可以，但是只是之前还有几个月一直没工作，加起来就不止2个月了。就是你现在已经一点现金流都没有了，是吗？有的，家里还可以支撑。家里也条件很差。
对，家里条件很差，找了个男朋友也没钱，还贪图10点半。啊，是这么个基本盘吗？姑娘，没有到那个程度呢，就不要去想那个服务啊。爱情不是人人都有资格追求的。好吧，爱情是有钱人追求的东西，我跟你讲，除非你没有欲望，你不能又有欲望又想追求爱情，这件事儿很难同时达成。欲望指的是赚米的欲望是吗？对呀，你对于经济、对于物质有欲望，同时你又希望能够急速的享受爱情，不现实。然后呢，再在别的男的身上去骗，这个男的享受爱情，在别的男的身上去骗，这非常的愚蠢啊，非常的愚蠢，好吧？我知道了。好，拜拜。为什么我跟你们讲啊？她是哪一卦了？我告诉你们，这个女孩说的这个，她是哪一卦？无数的干 YC 的女生，养着一个男朋友，出去干 YC， 知道吗？这一类呀，就没有能成事儿的，听懂吗？我们直播间里有没有？晚上去陪大佬喝酒，然后养着自己的男朋友，给找个穷的叮当响的男朋友，然后呢出去干 YC， 养男朋友的，就是这一卦呀。不是这一卦是什么？我又要他的10点半啊，我又要享受他的情绪价值，我要爱。然后呢？不就这一卦吗？是不是的？你们不要觉得我说的这个事情很奇怪哦。这个事情奇怪吗？我告诉你们，在 YC 里面干的一半都是这样的，一半都是这种情况啊。财富的搬运工啊，做的很极致啊，太多了，太多了。我告诉你们，无数的女生都是恋爱脑，无数的恋爱脑，为了男的出来拼死拼活的干。爱情是奢侈品，我真的希望你们知道，爱情是奢侈品，知道吗？有些东西在一个人身上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就是我一边现在又很穷，是吧？我又很想获得好的物质生活，同时我还要爱情，这几件事儿啊，它一定有先来后到，一定有我先得到什么，再得到什么，再得到什么，它一定有顺序，它不可能是你同一时间能够达成的，对吧？一定是先得到一件事儿，然后你才为自己得到另外一件事的门票，对不对？否则你的人生就过得稀烂无比。你说我跟你们描绘的这一类人，他们的人生是不是稀烂吧？你们说，对吧？干 YC， 然后完了以后去养男朋友的，是不是稀巴烂吧？你就说，这除了稀巴烂还有什么词能形容呢？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很灵光啊，还在跟我说什么我跟别的男的伯乐男，我怎么能跟他不见面，我还能搞他的米？好多主播也是这样的，对吧？谈着一个啥也不是的男朋友，完了以后就去搞大哥搞大佬，完了以后不愿意跟那些大哥见面，为什么呢？不想跟那些大哥发展情感关系，对吧？因为不想背叛她男朋友，不想把她男朋友搞丢了，这不傻叉吗？这是不是傻叉？一边受着道德的谴责，对不对？一边又获得不了物质的极致，是不是把你们那个行动路径拉得无限之远？你要么就一条心的搞钱，说白了是吧？我天不怕地不怕，谁都不管，谁都不顾，
我撒开腿我就往前跑，对不对？我跑了再说，我到了那个下一个终点再说嘛，对吧？我要么就安安生生的降低物欲，对吧？找个小普通人，哎，过个小日子，自己认清自己几斤几两。你们不要在这两头摆，两头摆什么呢？我又要呼这个男的的米，又要搞那个男的的感情，你还觉得自己啥都有，这叫啥都有吗？这叫哪一条路都走不明白，是不是的？你最后就是活成了那种人家说的那种，就是30几岁可能婚吧也没结明白，是吧？钱吧也没搞着，最后就是这种。你们想想看啊，一个能够容忍你在外面啊搞这搞那，搞这个男的那个男的，呼这个男的呼那个男的，然后来挣米的这种男的是个什么人物画像？首先第一条好吃懒做，第一条就好吃懒做，是不是的？第二条，他对你有爱吗？他能把你当战利品，这里搞那里搞那里搞这里搞，当做他赚钱的工具，他能对你有爱吗？你们说是说啊，什么我不想让他发现，我不会让他发现的，我这个那个我在外面这个那个，时间长了呢，他真的发现不了吗？我告诉你们，绝大部分是什么？绝大部分都是知道的。他可能真知道，可能装不知道，对吧？他为了什么？为了享受这个红利呀。有几个女的还能为啊，又不花他的钱，又跟他两个人恩恩爱爱，出去还搞米的，有几个女的，对吧？就是有些父母也是这样的呀，有些父母也是装不知道啊，对吧？那家里穷的揭不开锅了的女孩，在外面几年奔出房子来了的那种，家里父母还是装不知道，对不对？你还是得给他表现的啊，好像一个很光鲜亮丽的样子，但是很多那些穷的叮当响的父母，他们也不能让你赤裸裸的把那个现实摊在他面前的。你说我有大哥，我有大佬，我干 YC， 他能接受吗？但是他心里不清楚吗？说白了，他又要享受红利，又不想接受道德谴责，对不对？你受了道德谴责，最后红利让他享受，这就是你们那这是稀巴烂的人生，对吧？别跟我在那儿稀巴烂了，好不好？一条路先跑通，再来想别的。要搞钱就好好搞，对不对？自己都已经是个光脚的了，就别再找个光脚的男朋友了。自己是个光脚的，找一个能撑得住自己的男朋友，给自己搭把手，这个是最现实的，好不好？两个人一起出去要饭呢。还有人吗？来，再连一个来。是我吗？哎 ，Hello， 你好。你好，曲曲老师。非常高兴能跟你连到麦，太开心了。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情况。我今年40岁，收入大概是不到30W。男方我是正常的围内关系咨询，然后男方是44，然后是一个国某企的这个大苹果，就是说他税后大概是70+，税前大概是90多。然后我们俩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是二婚，就是我离了婚之后，他就疯狂的追吧，当时，然后他之前是有一个粉球，然后开始是跟着前妻，然后呢，我们是生了一个蓝球。后来他那个粉球的亲妈呢带不好，出了问题。后来这2年呢就跟着我们，然后我跟他的这个粉球呢相处也比较融洽，他也比较听我的话，接受我的教育，就性格啊方方面面都有变化。同时呢，我就是在他的亲人，然后和他兄弟就是之间呢口碑都很好，跟公婆的关系也挺好的。然后我是金贵的学员，然后曾经是温妮老师的1v1。我是因为什么就是认识了您呢？就是9月份的时候，我发现了他有2+1。就不小心，但是他们的时间呢，其实已经挺长了，都1年2个月我才发现，之前有感觉，但是就是没有就是没相信吧，反正就，然后呢，开始他就不承认，然后后面呢他就说是外面的，后面我就经过我的查吧，他手机一直对我是开放的，我就各种查完之后发现其实是他的下属，他当时是换了一个新单位，我们以前是一个单位的，后来他提拔到别的单位去了，是他的下属，他1年2个月给对方花了大概是不到8个W，就陆续吧。
但是家里的就是当时呢，我也就是看了各种老师的这些课程，然后也同时找了2个就是1v1的老师，但是后来我发现在您这儿呢是最解决问题、最实际、最拿结果的吧。然后家里的收入，他大部分每年是大概给我60几个 W， 他自己可能就留一部分，可能他自己还稍长了一点，我不知道。然后财产的这个房子啊，所有的都是在我的名下，包括结婚前是写在我一个人的名下。然后最后呢，就是我没要到补偿，因为他就说他没有钱给我。后来我也悄悄查了他的这个工资卡的账户，他确实也就只剩下1、2个 W 在那儿自己用一用。然后呢，他现在我就要求他每个月，他以前是攒了很多给我，就比如说10个这样攒给我，或者几十个这样给我一次。然后平时呢，我的工资就 cover 家里的一些就是什么这些。但是现在我要求的是他每个月给我2个 W， 他也都做到了。然后但是我就是没有要到补偿，因为他说他没有什么可以再给我的，就钱也在我这儿，什么都在我这儿。然后呢，我跟同龄人比呢，算是形象气质还不错。就是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算是单位就是不说是数1数2吧，反正也是在前面，就是比较好看，形象气质还不错。然后我们2个聊工作，聊这些事业，能聊到一起去，算是有点共鸣吧。带出去就是也还是给他能长点面子的那种女生。然后我的优势呢，就是可能教育孩子他很认可，公婆也比较认可，比较会做饭，就是我做饭能自己做一桌子菜，超吃这种菜。然后呢，也挺会照顾人的。我现在呢，就是有几个问题吧。就是我现在就是接受了温妮老师的这个建议之后，就是我就记账，我就跟他说，你看我们家现在开销有多大。他以前觉得我们收入还行，现在就是哎呀，就是觉得自己很穷没钱，就是怎么花销这么大。然后呢，也听您的意见，就是口袋锁死，下面口袋我也锁死，就1周至少2次，除了他出差这些。但是呢，我现在就后来我悄悄查他账，他有的时候偶尔有一些闲钱，他也不跟我说，就是他还是会悄悄的存个就是1、2个、2、3个这种 W， 然后自己悄悄用，然后跟我哭穷说自己没钱，把所有的钱都给我了。然后他的工作压力很大，是属于他是就是一把手嘛，然后出差也比较多，就是各种。然后我也分析了我自己出现问题的原因，可能就是我后面有一段时间就照顾小孩啊什么的也比较投入，也发胖，然后有的时候情绪价值也不愿意多给，还老给他意见。他之前有一段时间就经常说我是什么高高在上，老是说我高高在上。后来我又生病，做了小手术，又陆续生病吧，反正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我已经迅速调整了，包括穿着打扮，包括这些情绪价值，包括就是这些情绪价值吧。但是温妮老师说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松弛感不够，就是不太会撩。他说你去学什么土味情话呀什么的，但是我感觉我也抓不到什么这个脉搏。然后他这种属于大苹果。然后那天我是每天都听您的这个视频，然后就是给我的这个情绪做了非常好的这个舒缓。就我一有情绪了，我想就是阴阳他几句，我就看您的视频，然后我就想他需要的这个另一半是个什么样的画像，我要怎么学习修炼我自己。然后但是同时我要让他为我所用，为我赋能。就是我现在已经可以，就是我认为他已经有过一次这种事情了，在未来的日子里，我的年纪是在下滑的，对吧？年纪在长大，他的事业还是很好，所以我觉得说不定会有下一次。但是在下一次的时候，我这次是选择原谅，但是原谅不是说，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给我很好的经济条件，然后小孩的读书方方面面，而且他对儿子的这个就是喜爱程度和这个投入程度是很大的。然后我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我要怎么做，就是能够修炼好更好的自己。然后万一有下一次的时候，我得让自己有筹码，就是我不一定会离开，但是我想有筹码能够选择离开。然后第二，他多大？你多大？他多大？我40，他44。然后我当时我也起跳了，然后还说什么你注意时间。好的。然后我的问题，那我先说问题吧，就是我想要工资卡，但是拿到工资卡之后，最大的问题是那 APP 上它要人脸识别，我看不了，他不愿意给我看，所以我光拿到工资卡我就觉得没有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二个就是我现在年纪大了，然后就是我怎么做，就是未来我能够让我的这个利益最大化，就是在有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然后第三呢，就是我自己现在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光环的原因吧，我在单位其实是受到大家尊重的，然后呢，并且我的时间也相对比较
多一点的时间吧，就是除了工作以外，然后我也就是学了一些就是那种什么家庭教育师啊，什么对外教学啊这种，我就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就是我后面是能不能在事业上追求，因为我肯定升不了职了，我这个年纪，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后续到底该怎么办。想多了，这是我听下来的整体感受啊，想多了。你这是属于什么？大炮轰蚊子，你用了一个大炮的思维，在对待一个蚊子一样的事儿，蚊子一样的关系，这个就是你现在的状态。你的这个关系没有到达需要你这样子去殚精竭虑的地步。这个男的已经90%都已经掏完了，剩下的你就让他自由活动，就这么简单。你什么叫松弛呢？你所谓的那些松弛是什么？是口头上的撒个娇这个那个，不是的。松弛的重点是在于你不要认为这个男的那么有价值。问题是在这儿，你把他看的价值太重了。你像是那种1分钟不看着他，你就觉得他要全天下的女的开始抢，没有到那个份上，没有到那个价值点位上。你忠于你自己，你每天想干嘛干嘛，该干嘛干嘛，该交朋友交朋友，该玩玩，这是你要琢磨的问题。你不要把你的重心放这个男的身上，你重心放错位置了。因为他比较忙，所以孩子已经其实算有点把我捆上了，我的小孩，就是我每天需要照顾他。OK 呀，那你就把你的关注放小孩身上好了。小孩我就教育的挺好的，现在看起来就还是2个小孩，就他不是我亲生的那个，我也教育的挺好，就是有什么事那就没问题，听得懂吗？没问题，你不要在那琢磨。现在你是自己想出来的毛病。然后我们恢复10点半以后的生活，我们以前非常好，就是最近恢复而且基本上是我主动嘛哈，比较多。然后恢复10点半的那个感觉呢，你说完全和以前一样，我觉得也没有哈，就是那种他对待你的那个特别投入的那个程度，也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我就觉得这个2+1可能还是有影响的。那是的，你能不能认清现实呢？遇到了更年轻的、更鲜活的肉体，怎么着呢？感觉能一样吗？那我们说个蛮实际的话，就是会不一样，它就是会不一样，那怎么办呢？我接受，但是我就是想知道我后面应该怎么做。你什么都不用想，这个就是自然的法则，知道吗？大家慢慢年纪大了，很多东西它就是一个自然法则，你只管把心放肚子里。这男的好歹也是个1把手，他也干不出什么吓死人的事儿。你已经把你能锁的口袋都锁死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关注放回到自己身上，只让自己每天关注自己的状态，好不好，开不开心，亮不亮丽，这是最重要的。你不要把你的关注放这个男的身上，他不需要你关注。那我在事业上其实也没什么发展。你的事业也是一样的，你事业发不发展，那也是要靠你自己发不发力呀。你发不发展，跟这男的有关系吗？好的。你有那么多可发展的事儿，你自己把自己的琢磨，你自己想一想，我每天要干什么？我每天我的圈子怎么经营？我的这个结构怎么搭建？我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再使使劲儿？我还可以再冲一冲，往上涨一涨，可以的。把你的关注移回来，不要放他那儿。好的，好吧，谢谢您。好，就这样，拜拜。10点半，我跟你们讲，只要他已经用了，他就很难，对不对？我就说他已经就是有心无力了嘛，对不对？你们还想别人怎么样呢？不光给了，还要给的好，是不是？给钱也是这样的，他不光要给钱，他还要给的兴高采烈，还要给的那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是吧？他这玩意儿也是，他不光跟我10点半了，他跟我10点半，他还要如痴如醉，是不是？他还要给我展现出他的那种痴迷、沉醉、兴奋，哎呦，多大的人了，是不是？多大的人了？
他还能配合，这挺好嘛，对不对？你们不要一生都用一个，是吧？那个30岁的那个标准去要求别人，后面嘛，慢慢的也就下缓坡了，对不对？我们那个10点半的老师就是这么说的嘛，说年龄是这么看的，说30岁，是吧？对，等一下是，30岁就是是怎么说的呀？30岁是多长时间多少次啊？那是咋说的呀？是10天3次啊？完了，30岁是咋说的来着？陈晨老师姐3周10次还是什么啊？来，我让陈晨老师上来了，我一下子卡壳了，你看这还是专业有点不对口啊。来，把那个陈晨老师连上来，把陈老师连上来，给大家正好讲一下，是怎么说的呀？那个合适的，把陈晨老师连上来啊。Hello， 陈晨老师，我听不见你声音呢，听不到他声音。他没有声音，重新连一下吧，他没有声音啊。他是没开麦吧？好像再来连一下，刚刚好像有声音了，你再重新连一下。陈老师是我们专门负责线下10点半哼哈项目的负责人，也是我非常非常铁的铁词儿的闺蜜，是我3顾茅庐从深山里头请出来的大师。没办法，咱不是10点半这个专业的，知道我10点半我只管享受，我没有一点儿，我没有一点关门事。陈老师 ，Hello， 现在能听到吗？大家好。可以。我刚刚有个点忘了，你知道我说的那个吗？就是我知道啊，20岁开头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29、18 10天要有8次。3开头的是39、27 20天要有7次，4开头的是49、36 30天要有6次。如果他这个6次的份额不在你这儿，就必定在别人那儿。就是，总之大部分的男生会让自己这个配额打满。她老公都40好几了，刚刚那个姐姐说她老公都40好几了，说现在1个星期还有2次，这老板我听不到你说话，好卡呀，怎么办呀？我说刚刚对，是的，我听到了那个女孩，这已经很好了。完了，我们这个直播有延迟啊！现在你听我是有延迟的是吗？是的，有点卡。那我们就慢一点讲吧，好吧？你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个月底的这一次的我们的跨年的活动，好吧？好的。给他连语音吧，那个陈老师，我跟你连语音吧。让我再说一遍，那我慢。我给你连语音吧。给他连语音吧，他这个视频连麦好像不太行，我给他连语音。再说一次几次来着？回去要开始检查作业了是吧？你们，你们是不是回去要开始检查作业了？再说一次，等一下好吧，等他上来再说一次。我给他连一下语音。这啥网呀？他上次也是网不太行。不行，你给他打吧。
稍等一下啊，我们把晨晨老师连上来。刚刚有人说怎么才能成为这样的大师？晨晨老师不是哼哈大师，你看你们给他闹的。晨晨老师是销售大师、营销大师，他是我从奇葩说的节目组挖来的。三顾茅庐，他是专门给你们知道奇葩说他们有一个那个大课叫那个他们有一个巡回大课，你知道吗？他们那个巡回大课叫什么来着？表达学院。表达学院，他是表达学院给那些选手上课的老师，然后给我挖到我们团队来了。Hello， 大家好，现在可以听得到吗？你这个怎么声音这么小啊？哦，好，现在好了。你把刚刚那个再说一遍，他们刚刚没听清。好的，宝子们，大家记住，用你年龄的开头数字去乘以9，会得出来一个数。数的前面是，比如说我们是20开头的，25岁左右，29、1、18，也就是说10天要有8次。3开头的是乘以9，39、27，对的，39、27，20天有7次。刚才有个宝子问我5就厉害了，5、9、45天5次，这都已经很正常的水平了。多少天5次？5、9、45天5次是吧？对呀。我今年19岁，我应该是哪个？1、9得9，1天9次吗？这不是一个星期，是吧？对。哦，我1开头的，我就是一个星期我会。1开头的老师还真没教我，回头问一下1开头怎么算。好，那个，那我可能远远不够呀，我时间都用来跟你们直播了，影响我实在笨了。是的，耽误正事儿了。那个陈晨老师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跨年的这个哼哈活动专场是一个什么情况，好吧？好的，各位宝子们，然后之前就有很多同学在问我们这个哼哈的跨年的活动到底有什么，这个跨年的套餐具体包括什么，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31号我们将会有一个 cos 主题晚会的一个大型的cos 主题的尖叫之夜晚会，这个晚会会有精彩的嘉宾表演。大家有参加过生日会或者是有看过生日会卡段的，会知道我们请了非常精彩的优质男孩来为我们进行舞蹈表演。那这一场我们的尖叫之夜也会有这样的精彩的表演环节。另外我们还会有跨年的抽奖环节、温馨的礼物互送环节、新年许愿环节等等，这是我们31号的活动。等到1号、2号会有一个哼哈进阶的课程，内容可以参考大家之前了解到的我们线下哼哈课进行一个进阶的版本。然后第3就是我们的哼哈套餐里面将会有一些非常适合于我们小姐妹的一些哼哈项目。具体一会儿我会专门有一个时间板块给大家项目。那再介绍一下其他的，比如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们收集到的问题，比如说名额是多少，我们名额为什么只能有30个名额？因为这次的跨年我们一共是30个名额，对吧？是的，只有30个，因为我们必须要保障我们学员得到最好的服务。所以在这个场地老师工作人员的协调之下，我们最多只能接受到30个名额。然后我们的销售时间是截止到21号截止。21号就截止。是的。然后这次我们是在哪里搞这个活动？12点钟。我们是在哪里搞这个活动？是在杭州，我们这一次的哼哈活动还是依然在杭州，然后具体的酒店是在下沙希尔顿，然后是31号、1号、2号2天，名额一共是30个人，对吗？是31号、1号、2号3天。哦，3天，好。那我们这次的跨年就是套餐里面包含什么东西？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套餐。具体你可以去问一下你身边的这个服务人员，或者是线下一会儿直播之后想办法联系到我吧。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个我们套餐内涵的项目，比如说第一个大家最感兴趣的也是最实用的，就是黏膜修复类的产品了。
它适用的人群就是我们有哼哈生活超过1到2年的，会经常有这个各种症状频发的，或者是性感受度比较低的姐妹们啊，就是有一些姐妹就自己的时候还好，一旦是和男嘉宾就是爱哼哈之后，就会出现比如说瘙痒啊、难受啊、不舒服啊这种情况。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问题并不大，但是就是很难受，清洁度很低。而且反复，这其实是我们免疫力的一个表现哈，免疫力低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些啊，就是还有一些大家会觉得总是跟男嘉宾哼哈的时候，他会采用大力撞击的方法，我不知道这个姐妹们有没有经历哈。然后结束之后就会觉得小腹不适，甚至再去年纪轻轻的，有很多很年轻的姐妹来我们这边检查，会有那种糜烂性样变，也就是我们的柱状上皮异位，以前叫宫颈糜烂，现在已经不是病了，不能这么叫了，不科学，就是不严谨了。那年纪这么轻，为什么宫颈会出现这个问题？包括它为什么要大力的去采用撞击的这个刺激，其实是和我们的黏膜厚度是有直接关联的。我们试想一下，这张视频我就用手型给大家比划一下了啊，那个可以请曲曲，配合我，来伸一下手吧，手型。我呀，你伸那算了吧，那还是线下等见着我的时候我给大家比划吧。这个手型，我今天但凡一做，这个视频得全网。就像病毒一样散不开来。哎呀，领导，我说的手型跟您说的手型不是一个手型，咱就说你误解了我的手型。好，那没有关系啊。我们大概想说的是，当我们的里面的情况是，我想一个温柔一点词儿啊，一马平川，或者说光滑溜溜，是这么理解吧？哎，对。是的，那这个时候男孩子在做这种活塞运动的时候，他很多的快感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撞击，因为它的摩擦力是少的，哪怕我们是紧的，然后也是湿的，可是它的摩擦力老师老师完了，尺度是不是大了？等一下啊，这个虽然说是私域直播，但是我严重觉得他们肯定还是会把它传出去的。咱们就是在这个语言的尺度上稍微拿捏一下，好吗？哎呦，我现在这个尺度都是我最小尺度了，我现在说话的尺度确实是有点大。那我怎么感觉曲曲脸红了呢？你感觉的没错。好啊，就是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需要做的，很多时候是保养我们的自己的黏膜，一是减少它患病的可能性，让我们提高我们自己的免疫力啊。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能让我们的这个黏膜的壁增厚，那其实双方的感受都会变得更好。我这么说就很委婉了，是吧？就是说，如果里头是很平滑的，那么男生呢，他可能就会通过加大力度来让自己变得更刺激，是这么理解吧？如果里边它是粗凹有致的，那么可能呢，男生呢他就会可以比较放缓，然后呢也比较轻，但是呢双方就能达到一个更好的感受度，是这么理解吧？你看这个语言的艺术就来了。好，我参考这个来啊。然后我们这个是操作的手法是微导深入，全程无痛，恢复期只需要3天，就是这3天里我们不要哼哈，然后之后就好了。好，这个就是我们的黏膜修复类的这个项目，具体啊我没有办法展开讲，想要了解的都可以来私底下找到我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啊。就是你可以，我们现在已经把右下角的这个弹窗弹出来了，弹的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先找到我们的客服，找到我们的小助理去了解这个事情的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弹窗这个项目活动的这个弹窗已经弹出来了啊，大家可以看到。你先接着说。是的。好，第二个就是敏感点群的修复啊，这个适合的比较人群啊，比如说男嘉宾的尺寸一般，或者说它的硬件设备一般，我们总是找不到感觉。还有一些姐妹总是会，哎呀，就是跟我在前置电话的时候，因为我打很多姐妹这个哼哈课的前置电话嘛，她会说没有感觉，我有点冷淡啊。首先第一点，我们一定要说，曲曲经常告诉我们什么？对，是风水。姐妹们千万不要老是把那个自己什么我冷啊我淡啊放在嘴边上，你就说自己就给说淡了。
我们不要给自己这样的心理暗示，这样的暗号啊。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浓烈的那种需求，或者说浓烈的那种感受呢？现在我想试想大家去想想最近这1个礼拜到2个礼拜你吃过的最好吃的那家餐厅的那道菜，你有什么感觉？就会不会觉得有点也生津的感觉，就是有点流口水，我现在一会儿就想去吃。是的，当我们吃好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还会想再去吃，你还会主动想去寻找那家餐厅，哪怕堵车开1个半小时你也都想去。所以那接下来又会说，那是不是那盘菜的问题嘛？可是有没有可能这盘菜在其他人那儿，就是有些人还吃得津津有味呢？所以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味觉不够敏感，或者是我们的味觉可以变得更敏感？那我翻译一下，我这儿老师我翻译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件事情里边感受度不佳的时候啊，那么呢，这个男生他可能因为他硬件、软件的问题，对吧？不可能每一个男生都那么的极致，是吧？不是每一个男生都是我们说的一眼准，很多男的是盲盒。对，那么呢，我们呢可能也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不敏感，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的整个就一直以来都觉得这个味道有点淡啊，就是没有勾起你的这个食欲，是吧？所以说你刚刚讲的这个项目就是敏感点修复，它其实就是为了改善我们的敏感点，就是让我们的味觉变得更加的灵敏。是不是就能更好的品尝出一道平平无奇的饭菜里面的色香味？对，就是还有一点更直接，就是让我们更容易很快的跑到终点。就是哪怕咱们就是说这道菜更快的跑到终点，哎，这个好，5分钟之内吃出一个新的高度啊！正好，刚刚有一个姐妹在公屏上扣，她说我从来没有那个跑到终点过，然后你就说了这句话，跑到过终点是吧？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私下来聊。确实，如果自己没有跑到终点的话，有可能是功能设备问题，但很有可能也就是开发商的问题啊，这都有可能。明白。然后我们第3个就是粉项目嘛，这个其实大家还是比较熟的，就是大部分呢，我不知道大家的男嘉宾是比较喜欢开灯还是喜欢关灯，可能很多的男孩是喜欢开灯，他们有很多人是依赖于视觉刺激来才能充血的，甚至就是我们有些女孩很不讲理的啊，就是咱俩在一起多少年了，我让你充血你必须充血，你看见我你就得充血，我让你关灯你也得充血，我不让你，我说我不穿好看的衣服你也得充血，你该充的时候必须得给我充上，你这个充血还得给我充一顿饭的时间。这个其实是有点无理取闹了。有些男性他是要依赖比如说视觉、听觉或者是嗅觉等等这样的五感来进行自我的调动的。那所以粉这个项目就是增加这个外观的美观度嘛，能够让男性视觉更好，也可以让我们女性更多的增加的幸福性。刚刚你说了3个项目，你把3个项目的名字再说一下。一个是黏膜修复，一个是黏膜，一个是敏感点，一个是粉。然后这3个项目是什么？是3个项目是3选1吗？还是说？具体的我没有办法把那张海报所有的内容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完整的给大家叙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大家把这个链接点开，可以看到里面具体的这个关于项目是一个什么情况的一个介绍啊。大家把这个可以点开看一看，边看边听沈正老师说，是的。然后具体的你想选什么，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有身体检测环节的。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适合每一个人的，我们必须要说是要根据你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那我们来给大家配的这个套餐里面，大概率是我们年轻女性有了我们恒哈生活以后，大概率都会需要的概率比较大的几个项目。有宝宝问这个和美容院的私密项目有啥区别？那确实区别还是挺大的。这边我们合作的这家机构是一家非常专业的私密专科医院。那作为医院，他们讲的不管是从美学、从效果、从安全性、从美观度，就是还有更狠的，就是比如说，我说句最简单的，它可以让你40岁的身体重回20的那种手术难度，这边都可以达成。
甚至这家博瑞医疗好像还是国内第一个变性手术的操刀的这个医院，男性变性手术。男性。是的，好的。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公屏上提出来。这一次是3天啊，3天是有活动、有课程、有项目，对吧？然后我呢是3天也会在跟大家一起去上课。除了直播时间之外，我就是尽量都会跟大家在一块儿的。上一次是过生日，上一次生日会的时候，我们这个活动办得非常的成功。当天我们来参加的也是30位小伙伴，30位小伙伴都非常的满意。最后给大家颁这个结业证书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感动的，因为就每一个小伙伴他们都觉得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首先是开认知了，开观念了，然后呢，确实在项目上面也做了很多的提升。他们后来也给我们写了很多的感谢信，就说这次的活动给大家带来的整个体验还是非常好的。那曲曲老师，我可不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呢？咱俩就是互相采访一声。你可以外传的问题你就问，不能外传的问题咱们就私信。第一个问题您刚才已经回答了，就是这3天你会陪着大家一起跨年、一起上课吗？是会的哈。然后第二个问题，我收到这个问题就已经收到非常多了，总有同学说你教他们讨论面相了。我上次已经回答过他们了，我已经讲过了，这个关于还有人没有听到的吗？对呀，你可以再聊聊吧，方便吗？不是，不能常常让我聊这个，一聊出去显得我这个人就不正经。跨年会的时候我们再来聊这个事儿吧。对呀，我聊过了，你们都知道了吧？都听过了吧？一言准，大家都听到了吧？听到没？好，那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跨年的 cos 主题是你提议的，对吧？那天大家深夜聊天你提议的。那关于想要 cos 什么样的角色，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我没有想法，我想的话可能还是偏女王范儿一点吧。好的。然后这个问题，我个人比较在乎哈，就是上次的生日会对你来说，因为是你的生日嘛，有什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人或者是故事吗？就是最后结业的时候，其实2个环节吧，一个是前面念感谢信，因为好多我们的那个就是粉丝，他们还有从国外远渡重洋过来的嘛。然后当时在念感谢信的那个环节，其实我听到好多人在念感谢信的时候，他们都有哽咽，然后我自己听着我也会觉得很感动，因为觉得好像很多人确实，他们因为听直播呀，或者是因为在我们这里做服务啊，可能感受到了自己生命的变化，我在这个环节还是蛮感动的。然后就是最后到结业的时候，因为我其实也很胆战心惊，因为我们做这个活动前面也铺垫了很长时间嘛，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其实是第一次像这样子去做一个这种带项目型的呀，带活动型的生日会，也很怕大家不满意，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满意，就是这个环节我是蛮开心的。好，谢谢曲曲。那这一次的跨年活动，我们在做意向收集的时候，收集上来很多大家的新年愿望或者是故事。那咱们线下的这次活动，你会不会有期待？我们的粉丝宝贝们，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是新年愿望呢？我觉得新年愿望这个东西就没有我所谓的期待了吧，还是要看大家自己。我觉得主要是看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期待，而不是我们对大家有什么期待。我是希望大家，就是因为现在看我们直播越来越难了嘛，对吧？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还是能持续的找到我，然后持续的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再去找到力量吧。现在那个很多公屏上的宝宝一直都在留言，然后在提问，我觉得可以把他们的问题稍微的让陈晨老师现在抓紧时间给大家回答一下。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最后答疑的环节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到我。一言准，我待会儿下播之前跟你们说，好不好？一言准，我再重复一次。哎呀，这个不是什么高含金量的话题，老让我说。等会儿好吧，我们下播之前，我最后再给大家聊那个一言准啊，那个。我们上课老师也教了一招，我个人觉得亲测还可以，就是大家去按男生的那个虎口下面，就大拇指下面肉最厚的那个位置，你这样用拇指这样按一下，然后看他回血的速度，基本上可以看出这个人充血的速度。充血的速度，充血的速度不能代表容器的容量啊！充血的速度不能代表容器的容量啊！容器的那不就是
就是得多方面衡量嘛。那你容器容量再大，它不充血又有什么用呢？你这几个，对，多维度，好，等会儿，又跑偏了，我们刚刚有一个宝宝提问说，他觉得自己挺好的，就是是不是就不需要项目了？是这样，我们是这样觉得，就是，不是首先，如果你问我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些私密项目，我会告诉你，当然不是。就像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做护肤保养，这是一样的道理。可是很多女孩子其实她所谓的觉得，我很好，或者是我还好，是因为她对于性或者生殖并没有那么的足够了解。并没有之前去知道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保养可以让我们更好。还有啊，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通过这样的保养或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但如果你有把10点半当做一件自己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课题，很重要的武器或者甚至是什么所谓的筹码的时候，或者你就是单纯的希望自己或者伴侣能够拥有更好更极致的体验，那做私密项目将会是一个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其实方案有很多嘛，比如说你可以学习打开认知，可以通过练习来熟悉技能技巧，也可以通过沟通来引导对方这个我们互相的配合能达到和谐，而让你的功能设备做得极致的好，这是最高效也是最高级的一个做法。尤其是如果有些姐妹功能设备本来底子就很好，你要不要从80分提高到95分，打败你市场上能看到的那些竞争对手，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个人选择了。明白。而且很多人我觉得他们是自己其实之前一直都不太知道自己在这个点上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但是他们只是觉得感受不好，但是感受不好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说也可以借着这次机会呢，首先是让专业的医生帮你看一看你的这个具体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至于改善与不改善，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个人选择，但是起码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对吧？是的。然后还有宝宝说我很好奇别人的设备。是这样的，在我们的课上面有一些宝宝他们做了以后，他们很愿意跟你们分享，你们就到他们房间里面去偷摸的让他跟你分享的看一下就行了。这个说最好让做过的案例的人来说，首先我们团队的基本上大家都是做过项目的，我也做过，但是我确实没有办法在这儿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大家到线下很容易可以见到我，大家只要到杭州，其实都很容易见到我。我们团队也好，然后复训的老学员也好，还是大家都很乐于分享自己之后的感受的。然后大家刚刚说肝呐什么的，这个都是其实刚刚晨晨老师讲的第一个项目黏膜，它就可以解决很大的一部分问题，对吧？有同学问水动力是什么？水动力是专门滋润和滋养，就是专门解决肝这个问题的。我在这儿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啊，我觉得这个尺度应该不算大，因为我们这做纯科普啊。我们的艾叶这词儿我不知道能不能说，不能说。润滑。是来自于3个部分所产生的，我们不是一个部分产生的，我们的润滑是3个部分，身体3个部分产生。第一个部分是宫颈，第二部分是我们的黏膜，然后到门口呢是由我们前庭大腺所产生的。所以当你干的时候，其实你要做一个先知的判断，就是到底是哪一部分出了问题，是因为你的身体没有被调动起来，还是因为你的黏膜的功能不足，还是你的前庭大腺发生了堵塞，还是宫颈出了问题？你必须要做如此的判断，你才能寻求到一个解决方案。如果你只是觉得我干了，我就是因为对他没兴趣了，我干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爱他了，我干了我就是不行了，这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归因的方法啊！我们要学会客观的、更科学的去做归因。如果就比如说前庭大腺那儿堵掉了，那你如果不去管它，你只是觉得那没有我就用润滑剂好了，那会不会之后如果造成里面的囊肿要怎么办呢？那你到时候再解决生病了的问题嘛。所以当你发现身体给你发信号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反复有炎症，然后有什么一上火就走下面，总是难受，去医院查也不得劲儿，这都是身体在给你发信号，就都是可能黏膜在给你发出求救信号，但是你要不要管它，就是看我们自己了嘛。明白了。然后
好，那个大家还有很多问题啊，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也拖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就具体的一些问题呢，我建议大家还是直接去，等一下可以去找我们的小助理，然后让他来帮你们联系晨晨老师，直接的帮你们去解答，好不好？直接去解答。我们今天好，我刚才稍微给我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好，我刚才看到有同学说已经之前填了意向表，然后是在哪里下单没有找到。第一是你可以直接在直播间下单，第二是如果是我们线下上下课已经认识我的同学，就一会儿可以私聊我，你再进行咨询什么都可以的，然后也可以联系你身边的这个我们的销售老师，这都是可以的哈。然后注意下单的时候一定要备注，因为我们要准备要拉服务群给大家开始做服务了。然后大家也要着手开始准备，比如说你自己的 cos 造型了，你准备来的战袍了，这些我们大家已经要开始着手准备了。还有就是我刚才看到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如果说这次已经时间定了，出去玩可不可以先来先做项目还是怎么样？我刚才看到一个这个问题啊，没有关系的，就是你都可以联系你身边的工作人员来帮你解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课在1月份还有。除了这一场以外还有3场，所以你想什么时候上课随时来。也就是说这一次他们如果说这个跨年，因为这个跨年的项目包还是非常的划算的。如果说他们就是想买这个跨年项目包，但是不能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跨年的活动，那么他们也可以自己再找时间过来去做这个项目包，对吧？是的，因为确实，看我线下上一期的学员就有好几个都是买了我们这个套餐是为了做项目的，但是确实跨年期间是没有办法就是空余出来的，那所以这样也可以嘛。之后他什么时候再想上这个课，或者是之后假设我们比如说过几个月有组织这种和区域一起见个面啊，或者下午茶的时间，那我们来再次进行沟通也是有可能的。好的，行 ，OK。那个行，那咱们感谢晨晨老师好，感谢晨晨老师啊，感谢晨晨老师，希望那个大家都可以在线下再跟你见面，让你们面对面的再给他们科普更多，好吧？好的，好，就这样，拜拜。我警告一下你们啊，这里是直播间，不是无人地带啊！你们在那留言板上留的都是啥呀？那能说吗？那都啊，我们这是私域直播，不是无人区，好不好？你们就是一个二个的，都不害臊了都，是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人看得到你们是吧？你们说的这个东西，这个功能啊，这个呲啦这个功能是一半一半，一部分呢是天赋，另外一部分靠开发，知道吧？天赋加开发，没有天赋开发不了。要有天赋就能开发，然后有一部分它是有天赋未开发，啊，我来给你们回答，好吧？行吧，我来给你们回答。然后那个关于那个一眼准，我就，你说在晨晨老师面前我都不愿意班门弄斧，知道吗？我看一眼准呢，我看的非常的到根儿，我看的就是叫雄性荷尔蒙。我认为一个男人就要看他是不是有非常充足的雄性荷尔蒙。有非常充足的雄性荷尔蒙，大概率这个人他的先天条件肯定是不错的，对吧？如果他的先天条件不错的情况下，而且这个人呢他又爱运动，要喜欢去做一些耐力型的运动，那么他大概率他的后天这个软件也很不错，是吧？我怎么看一个男的有没有荷尔蒙呢？首先就是这个人他的五官呐要略微的粗犷一点，我不能太秀气。其实很多，我跟你们讲啊，就是这个我看一眼准跟这个男的帅不帅呀，他有的可能是2个方向的。有的时候呢，男的如果说他皮肤太细腻、太白净的这种，好看是好看，但是可能就是中看不中用。然后呢，这个人他的骨骼感要强，对吧？他的骨骼感强的人呢，往往他的这种雄性的特征就比较强嘛。然后就是看他的下半身，你要感他是不是底盘特别的稳，就这个人给人感觉走路的时候像公鸡，雄赳赳气昂昂，对不对？公鸡都是那种感觉很有雄性荷尔蒙那种感觉，对吧？他走路的时候是不是那种昂首挺胸，然后像个公鸡，这种大概率都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呢，你要看这个人他的一些关节啊，他的指关节啊，那种特别纤细纤长也是好看，但是纤细纤长好看，它往往它就跟
它就更偏雌竞的那个感觉一点，对吧？如果是雄竞呢，它可能指关节会比较粗壮啊，看起来比较结实啊，尤其是这个小臂呀、我们都不看大臂，大臂也可以靠练，小臂才是基因。小臂比较结实，然后说话中气很足，就不会是那种蔫了吧唧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男生他走出来一看他那个气，对吧？就是觉得这个人的气足不足，这个是我很关注的。所以往往呢，我喜欢的男的呢，我很多朋友他们都不喜欢，因为不帅。我只喜欢一眼准，我不喜欢开盲盒。知道吧？要不然的话就浪费我的时间，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忠贞的单偶。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啦。对啊，我刚刚说了下盘嘛，大腿呀、臀部啊，对不对？你要想想那个公鸡那个什么姿态，它肯定是翘着的呀，结实是吧？然后呢，翘，这都很重要。好啦，今天就到这里了啊。然后大家那个一定啊，如果是社群里面的，经过社群里面的，你们就直接去找你们的管理员儿。如果说你们有任何的，比如说我们团队的小助理呀、客服呀、销售啊等等的联系方式呢，你们就直接去找他们问这个关于跨年的活动的这个事情，好吧？时间紧迫，请大家抓紧时间啊！走啦，拜拜。